我当着40多人的面向有男友的学姐表白，她高富帅男友当场就要弄死我，所有人都觉得我这个穷小子死定了，可我却反而成了学姐的地下情人。她不仅主动约我去咖啡馆写情书，还坐在我腿上让我摸她的丝袜长腿，甚至要带我去5星级酒店开房。而那个开保时捷的高富帅男友成了笑话，只因我身上有一个租借系统，他骂我越狠，系统成功率就越高，在他眼里我就是个小县城来的路边野狗。被这种人表白，他觉得无比耻辱。她男友陈昭资产 A8.3 就坐在旁边，这该死的野狗怎么敢？苏月蹭地站起来，江风起，你当着我男朋友面跟我表白？这话一出，正在讲台上说社团计划的陈昭脸色瞬间沉下来，在场40多个社团成员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觉得江风起疯了。是的，学姐。江风起嘴角带着淡淡笑容，她当然知道自己要社死，人家男朋友比自己高，比自己帅，比自己有钱，学姐穿的是绫罗绸缎，脸是女神级别，她内心的阴暗和恶毒瞬间浮出来。以前江风起在她眼里就是路边的野狗，连舔狗资格都没有。我看你是真想死了，还发3条消息表白，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可怜样，我让你进社团都是网开一面。你这种县城来的杂碎，哪来的自信？被你这种人喜欢，简直是奇耻大辱。现在立刻写道歉信、检讨书，否则我马上通知你辅导员，还要你去广播台做全面检讨、退社，给我和陈昭写3000字道歉信，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完事。苏月厉声说。哦，江风起回应很淡。陈昭也怒火中烧，你还敢敷衍？作为学弟以下犯上，敢跟我女朋友表白？他追求苏月整整2个学期，好不容易在一起，苏月高冷骄傲的样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江风起这畜生居然敢当着自己的面表白，简直是玷污。苏月站出来了，他当然要展现男人气概，气势汹汹朝江风起冲过去。江风起二话不说，灵活推开后门跑路。他一直是边缘人物，坐最后一排，离后门太近。系统，要是你骗我，根本估计过2天都退学了。嗨，无所谓，反正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江风起很乐观。3天前他听到一个声音，不知道是幻听还是真的。恭喜您拥有租借系统，当前为初级，对方女性对您态度越恶劣，对方男友对您恶意越大，租借成功率越高。您当前技能为短租，可短暂拥有他人女友某一天某一时间段，让他对您不自觉产生短暂心动。江风起以为自己疯了，室友大多有女朋友，他是完全边缘人物，戴耳机与世隔绝，在喜欢的社团里被学姐当牛马。文学诗社本来想写现代诗，结果成了现冲刷战绩的地方，他只能干跟文学无关的杂活，写命题作文，被当成学姐教材料的一部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苏月和自己差距太大，他当自己精神分裂，退学算了，毕业送外卖，少走弯路。但此刻被陈昭追杀时，他又听到系统声音，当前租借基础成功率 65%， 您彻底激怒苏月及男友，蔑视加 20% 成功率，社会评价和精神状态再加 10%， 您母胎单身，2次元边缘人物，玩 DOTA 看 VTuber 再加 15%， 最终成功率 105%。 租借成功，请您带上外套前往某某印象会，触发进一步效果。江风起苦笑，系统女生没什么感情波动，我怎么感觉也在嘲笑我？算了，今天怎么都完蛋了，最后疯狂一次。他看着身后陈昭没追上来，冲自己大吼，狗东西，你在学校完蛋了，人生也完蛋了，别跟这种跳梁小丑置气，我会告诉他辅导员，等他只有身败名裂，先回去吧。苏月也追出来，不想让男友大夏天追一个莫名其妙的江风起。江风起估计真有点神经病，一边跑一边笑，在阳光下洒脱自由，像进行最后的疯狂。苏月难以相信这种手机壳是零玻璃的2次元，能这么发狂表白，没有聊天铺垫，难不成是看他不爽的学姐学妹故意找人恶心他？苏月确实不该跟这种人怄气，我们走。陈昭看着苏月的花容月貌，气消了不少，他室友也没人理他，大家都有女朋友，就他戴耳机看2次元傻乐，已经非人类了，很可能精神有问题。苏月看着江风起背影皱眉，被这种人表白太恶心了，我需要买新衣服，吃顿漂亮饭平复心情。他几乎一秒想到常去的奢侈品店和轻奢服装的某某印象会。半小时后，江风起坐地铁到某某印象会，挑了3楼城市花园视野最开阔处，手里提着系统要求的外套，手机关机。辅导员打了好几个电话，陈昭已经告状。陈昭是学校赞助有钱人之一，跟辅导员关系好，这些人媚上欺下。苏月这样的恶毒绿茶在社团横行，享受目光簇拥，拿荣誉。系统要是真能成，哪怕稍微让苏月难受，让他记住自己这种路边小人物也值得。江风起清楚这些人的风花雪月才是航程繁华，但此刻阳光灿烂，不知道这么热的天外套有什么用。等了1个半小时后，陈昭白色保时捷718出现在视野里，离印象会2条街。他们还真来了，但陈昭在苏月身边，江风起没机会，除非陈昭的车立刻抛锚被拖走，再来一场暴雨。此刻苏月穿滑轮天奴，那种鞋只看不能走，雷暴天寸步难行，只有浑身湿透的苏月才会用上自己的外套。江风起脑子里疯狂想，但晴空万里，没下雨迹象。可陈昭的车确实停了。苏月，我车子好像出问题了。这辆718是他姐淘换下来的，开了多年，他听到沉闷一声，直接熄火。没事没事。
苏月提包下车，陈昭围车转一圈，不可能在大马路上修车，打电话给 4S 店，对方说20分钟到。苏月和陈昭站在公交站台等20分钟，维修拖车过来时，江风起笑出声，还真出状况了，神了！他抬头看天，艳阳高照，但远处似乎飘来几朵不起眼的乌云。陈昭，你先跟去 4S 店做检查，我先去商场，走路几分钟。苏月轻笑，对陈昭笑意甜美。苏月你真好，太善解人意了，我可不会因这点事生气，好好检查。我们之后还要出去玩自驾游，我逛街也要好久。好，苏月，用我亲密付，我的卡你也拿着。陈昭拿出姐姐授权的信用卡递过去，密码是我生日。呢，我看看裙子，再挑你的衣服，等你回来吃晚饭。苏月眨美眸，陈昭满心欢喜。苏月觉得自己走几步路，陈昭跟拖车走了，他才想起忘拿阳伞，慵懒走到路边奶茶店买杯奶茶解渴。墨迹10几分钟，陈昭彻底消失。江风起查到最近的保时捷 4S 店离印象会1个半小时车程，陈昭不可能回来。苏月喝完奶茶慢悠悠起身，还戴着墨镜，一脸大牌骄傲，完全没注意天空乌云密布。他长腿悠哉走路上，工作日大中午没几个顾客，知了聒噪。他边走边看手机，跟闺蜜分享抖音视频。到印象会广场门口还有1公里左右，这段路完全没遮挡，周围没店铺。江风起的手机在苏月赶到第一滴雨后传来暴雨预警。苏月移动速度依旧缓慢，他的正品华伦天奴跟又细又高，不想小跑出汗破坏全装。突然风变大，戴着墨镜听到第一声沉闷剧烈雷声，心脏差点停跳。叮，请注意，苏月进入短租状态，租借时间到。猛烈闪电划过航程上空，雷暴声让苏月手机没拿稳跌落在地。他的橘色苹果今天没带手机壳，刚好摔在突出地面螺丝上。他惊呼，捡手机的10几秒里，雷雨应声而至。遮天蔽日的大雨疯狂冲刷着白富美，让他猝不及防，视线完全遮蔽。他穿包臀裙行动不便，墨镜刚摘下，手机碎了，没阳伞，广场没法打车，没遮蔽物，所有巧合像溪流涌向大海。此刻江风起已在便利店买了一把伞，来到楼下。苏月离万象会800米，被瓢泼大雨浇透。什么金钱财富，白富美在煌煌天威面前也得低头。这场大雨似乎在帮江风起惩罚苏月的傲慢。江风起冲出去，余光里似乎也有人注意到苏月窘境，不能再等。苏月跑不动，提的包偏大，又不可能丢墨镜手机，长发被暴雨冲刷更遮视线，浅色包臀裙几乎半透明，被暴雨冲刷出撩人轮廓，苏柔随惊慌失措轻微摇晃。江风起毫不犹豫冲进雷雨，下一秒狂风力度变小，雨还很大。当他撑伞帮苏月挡住暴雨瞬间，苏月满怀感激，抬头准备说好话，却看到是江风起，怎么都想不到在窘迫状态下救自己的居然是路边的野狗，刚刚辱骂过的混账。江风起依旧挂淡淡笑容，赶紧，这是外套，备用伞。他保持足够礼貌，其实可以拿一把伞趁人之危，但想看看系统到底会做什么。这种程度接触不足以让苏月动心，他只会起杀心。呵呵，你装好人？怎么大晴天突然下雨？你怎么会在印象会？你这种穷狗连门口哈根达斯都消费不起，怎么会大老远跑这来？苏月咬牙切齿，确实逻辑不通。你的意思难不成是我招来雷雨，把你困原地，故意来设阵法？我要有这本事！江风起笑出声。那你来这做什么？苏月内心也知道不可能，就算江风起知道自己要来印象会，怎么知道会下雷暴雨？就算他知道陈昭车突然抛锚，他也不可能知道，一切都诡异。印象会消费不起，周围有家网咖今天充150送100，我打算在这打游戏躲一躲，知道表白要被追杀，找个地方躲躲。你躲不掉的，现在乖乖回去跟辅导员说，给我和陈昭道歉。苏月脸上全是水珠，梨花带雨，包臀裙全湿，曲线在雨水中流淌。珠光丝袜打湿后更清透，像蒙着雾气，白皙长腿更明显，丝袜紧贴，像顶级甜品，让人垂涎。你狗眼往哪看？江风起，我真得宰了你！苏月看到江风起眼神，华伦天奴细根一下子踢在他身上。江风起一个趔趄，你这女人恩将仇报！我看你淋湿，本来打算往咖过夜披的外套给你用，我需要你的恩。送伞不就是居心叵测？别以为我会原谅你，谁稀罕穿你垃圾破外套？苏月一把夺过雨伞。江风起知道系统没那么简单，汽车抛锚暴雨都来了，苏月在这种情况下还这么狂，一定会招祸。江风起站在原地，看着苏月往前走，步伐很快。拿到雨伞后，暴雨变小，他想快速进商场自己买外套，但刚好他的细跟踩在路面接缝处，一块断裂石板卡住步伐，惯性导致脚踝扭到。啊！苏月无比狼狈，钻心疼痛让他瞬间清醒。他艰难从裂缝中抽出高跟鞋，细跟每走一步疼痛加剧。江风起看到都忍不住想笑，多行不义必自毙。苏月已经没法走路，暴雨似乎又开始砸在伞面上，他娇生惯养，压根没法坚持，扭伤疼痛让他无法行走。得，你还扭到了，我来背你吧，已经别无选择了。江风起声音有种大仇得报、奸计得逞的感觉。苏月想挣扎辱骂，但也明白再等下去连伞都拿不住，再不找地方吹干长发必然感冒，内心已在打寒战。江风起蹲下，上来，你给我滚，畜生混蛋！疼痛让苏月无法继续思考排斥，
再多说一句废话，我真把你丢在原地。他的声音比暴雨还冰冷。苏月无可奈何，咬牙伏在江风起后背。江风起像小火炉，浑身滚热。苏月一上背，苏柔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伴随湿漉温柔贴在他后背，脚踝离地后疼痛减轻不少。你真是个畜生中的畜生，真的不是人！强烈耻辱感让苏月内心抓狂。他都没在陈昭后背待过，还没跟陈昭拥抱过，陈昭没碰到的，现在全让江风起享受了。苏月的苏柔随江风起轻快脚步轻晃，内衣打湿后拖不太住，雪媚娘很可观，伴随青春香甜轻撞在江风起背上。江风起像没听到咒骂，把他背到商场里。到服务台，他立刻询问：你好，我朋友脚踝受伤了，有跌打的吗？有的有的。服务台看到嘴唇湿血色的苏月，赶忙去拿跌打药。就在江风起背苏月进商场后不久，暴雨声势变小，乌云迅速散去，艳阳天伴随蝉鸣再度掀起热浪。江风起傻眼，苏月更傻眼，自己只要再等一会，脚踝也不会扭，也不会让江风起背。怎么这么点背？苏月气得浑身发抖，还打了个喷嚏。他坐在沙发上，感觉浑身不对劲，必须找酒店冲洗换衣服，不然要感冒。江风起拿来纸巾，压根不顶用。畜生，你去前面这家 CL 给我买一整套裙子，再去隔壁 Lumon 买贴身衣物、5D 丝袜，用这张信用卡，然后给我打车去最近5星级酒店，这个跌打药我自己涂。苏月看着肿起来的脚踝，用最后力气推开江风起。他拿自己信用卡，虽然也想花陈昭的钱，但那张卡是陈昭姐姐授权的，他担心留下蛛丝马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买过贴身衣物。此刻苏月眼神依旧带着强烈怨毒，但只能让眼前仇人帮忙，知道拖不起。怎么不回学校？让陈昭还有别的同学看见我这副样子？你这该死的，等我好了，我真要宰了你！苏月气得发昏。江风起故意不反驳，苏月眼神狠毒，却挡不住深处那一份楚楚可怜。毕竟是暴雨过后的女人，被淋成这样，脚踝还崴了。江风起没再废话，走到 CL 店里，他短时记忆不错，苏月报的裙子码数和款式记得住。一套看起来简单的白裙子加一双平底鞋要5000多块钱，苏月还让买一套昂贵贴身衣物，1000多是他差不多4个月生活费。去欢朋，附近有个欢朋希尔顿。苏月意识因疼痛有点模糊，从印象会打车要从地下车库走，他又只能让江风起背着去地下车库。手机暂时开不了机，更不可能用江风起手机联系家人，只能咬牙再次伏在他后背。赶紧，这个跌打药效果太一般，我需要休息。苏月催促，明显感觉身体发冷，无法言说的恶寒。他或许该找商场人员帮忙，但对陌生人同样不信任。江风起身上那股暖烘烘感觉似乎唯一能驱散恶寒。他知道欢朋提供感冒药和更有效的跌打药，也能找靠谱私人医生。好吧，我勉为其难，知道你讨厌我，憎恨我，哈哈，知道你这样的白富美也有今天。你这条野狗真是够了，每条狗都有自己的出头之日。江风起还抬了抬苏月柔臀，不可避免接触她娇躯，被她进电梯，电梯下行都没放下。他叫的车很快来了，为了苏月还叫了一辆平时不舍得的优享，2公里36块钱，肉疼。苏月一上车看到男司机拿过江风起冲锋衣，顾不得恶心，赶紧帮我穿上。江风起直接把苏月搂在怀里，过程短但快。苏月几乎蜷缩角落，师傅，空调关一下。他完全受不了湿漉后还吹冷空调，更倾向贴近江风起身上滚热。他外套有干净洗衣粉味，像童年某条巷子里挂的干净床单被穿堂风吹过。其实苏月完全可以让江风起滚蛋，让司机送他过去，但比起江风起，他更担心陌生司机，半躲在江风起怀里，生怕被多看一眼。欢朋很快到了，苏月在江风起衣服上留下湿漉甜香。一路上江风起简单擦拭他长发，但收效甚微，长发太柔顺如瀑布，残留暴雨水珠。他在江风起怀里不停轻微发抖。5星级酒店大堂宽敞，平时金碧辉煌，让人赏心悦目，但脚踝受伤让他自己走一步都遭罪。下车时江风起提前落位，让苏月再次伏在背上，他先手这次勾住江风起脖子。江风起背起苏月便娴熟，这女人身材几乎在后背流淌，让他年少的心荡漾，也难怪陈昭会喜欢，孜孜不倦追求2年。江风起背他到前台，苏月拿出自己的卡，帮我叫个医生，我脚踝受伤了，选个位置好点的套房。又花出去2000块。好的，女士。前台立刻联系附近私人医院女医生。等到江风起背他进5星级酒店电梯，苏月安静待在江风起略微瘦弱的后背上，只想恢复元气。只要好起来，第一件事真的得让江风起彻底完蛋。这世界上只有江风起见过他窘迫样子，要是他管不住嘴乱说，他还要短暂忍耐，等洗完澡，医生敷好药，再狠狠攻击江风起。在这之前，苏月绝对想不到自己第一次跟异性开房居然是江风起。她本来准备好要跟陈昭有浪漫烛光晚餐，之前跟闺蜜住过好几次5星级，这边也有尊享会员，但这次她甚至没用会员，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今天的事你敢说出去？不会，这只会成为我们2个人的秘密。但我也希望苏月你停止追究我。你做梦！不过无所谓，我是打算退学了。江风起耸耸肩，退学？像你这种县城的野狗畜生穷鬼，不学无术的杂碎是该滚蛋了。我们学校有你这种人简直耻辱。那倒也是，我本来高考超常发挥，跟你们在一所学校，你们光芒太耀眼。我想了想，
反正毕业也是送外卖，不如现在就退学少走弯路。江风起知道苏月很急，苏月骂人时那种诱人妩媚、带着恶毒的破碎感，比平时更美。苏月第一反应是江风起真退学了，自己就找不到他了，没法折磨他了。你想的真美，怎么美了？我都打算去送外卖了，到时候你点到我，给我个好评就行。滚，我一定给你打最差差评。苏月先手狠狠揪了江风起一下，你别，我疼了，直接给你丢地上。你敢？苏月死死勾住江风起喉咙，我快不能呼吸了。江风起抱怨，真想现在就掐死你。苏月稍微恢复点力气，电梯门终于开了。苏月在这种时候都要选高层，还不忘享受。江风起穿过长走廊，来到苏月选的套房，门卡激活后，苏月扶着把手，等医生来了你就可以滚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苏月走得极慢，踩在防滑垫上，花洒热水落在身上，总算驱赶走内心恶寒。他其实很担心江风起会冲进来，但又觉得他不会那么做。江风起明显还是个废物处男，没有趁人之危，似乎比他想象更好一点，更可爱一点。他的恶语相向都没让江风起做什么过分的事，也没把他丢原地。原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苏月，居然开始替江风起说两句话。不对，这畜生做的混账事绝对不可原谅。他必须留在自己身边，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必须让他当狗，不然自己亏大了，他不能退学。江风起坐在椅子上，安静听哗啦啦水声，拿毛巾随意擦身上苏月留下的湿漉印记。他酥柔娇躯确实梦幻，他刚才假装不在意很绅士，实际内心已萌发强烈野心。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凭什么苏月不能属于自己？他现在可是拥有别人都没有的租借系统。恭喜您，在短租过程中无提示状态下成功规避3个危险雷点，当前短租结束后会获得额外奖励。系统女声再次传来，居然不是事前提醒，不过我大概也知道，短租而已，可不能毁号。这也是江风起没真正轻举妄动的原因，他很清楚要循序渐进，刚才再过分一点，趁人之危故意揉苏月几下，苏月那种睚眦必报性格真能把他拖入地狱。现在苏月明显态度缓和太多，尽管嘴上骂骂咧咧，但刚才在后背甚至说医生来了再滚，说明苏月还想跟他再待一会。苏月美眸里带着难以置信，在热水中逐渐清醒，所有行动迅速恢复，甚至脚踝都不怎么疼了。他知道今天所有可怜破碎窘迫从未在别人面前展现的样子全让江风起看到，恨意浓度高到可怕，但恨到极致会产生不受控制的情绪。他没听到江风起冷淡玩世不恭像路边野狗一样的声音，内心又有微妙担心，他该不会已经跑路了吧？他贴近毛玻璃，看到外边模糊影子坐那一动不动。狗东西，怎么了苏月？洗澡遇到困难了？需要我帮忙吗？帮你个 X， 你该不会还想占我便宜吧？我已经完全恢复了。苏月听到他声音，内心稍稍安定，又开始辱骂。他从不辱骂陈昭，在陈昭面前一直展现甜美温柔，似乎非常喜欢把恶意情绪灌溉到江风起身上。江风起没生气，因为苏月骂人都很可爱，气急败坏的样子他能从粗俗语言里寻章摘句，毕竟文学社里苏月诸多材料报告散文都是他代笔。恢复了就好，那我先走了。又想跑，孬种怂货，意思苏月学姐想让我留下？你真是个不要脸的贱人，不对，是贱狗。他慢慢关掉花洒，想抓住江风起狠狠撕咬挠攻击，需要释放更多恶意。他擦拭娇躯，抹去镜子上迷雾，身材诱人，青春脸蛋洗去淡妆，素颜依旧美好，吹弹可破白里透红，像雪中活泼梅花。先手挽起长发，长发太长真不太想吹。你给我滚过来！苏月推开浴室门喊江风起，虽然脚踝不算太疼，但不想过多活动，怕又伤到自己。江风起迅速出现在浴室门口，苏月一推门，香气扑鼻，沐浴露和身上淡淡花香，像风信子或月见草。他美眸看到江风起带着不自觉恶意，扶着我，给我吹头发。江风起刚扶住他，苏月狠狠揪住江风起胳膊，不许躲，不许反抗，什么都不许做，给我受着，疼死你这条狗！你对我做了这么多混账事情，但力度不算太大，反而让江风起内心情绪更高。你可真是，明明自己被暴雨淋湿，明明是我去救你，一场暴雨而已，没遇到你我最多感冒，不是因为你我不会崴脚，脚踝也不会肿，全都是你的错。如果不是你这畜生当着我男友面表白，我也不会心情不好想来印象会逛，待在学校也不会遭遇雷雨，归根结底都是你的错。苏月美甲几乎要嵌进江风起胳膊，细微疼痛像青春阵痛。那我承认都是我的错，要怎么补偿？我两手空空身无分文，生活费只是你一杯下午茶，我只是路边一条，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不是该走了？江风起故意说。苏月毫不犹豫抓住他的手，还想跑？在这等到医生来，把我头发吹干，我喊你做什么你就随叫随到。你知道，你害我一下午花那么多钱，本来都可以刷陈昭的卡。苏月又揪江风起几下，但苏柔半靠在他怀里，虽然换了贴身衣物穿着裙子，但夏天轻薄丝滑质感让江风起内心轻晃。苏月之前不是单纯恶意，是居高临下不会看自己一眼的傲慢，现在不一样了，哪怕恨也要让苏月恨一辈子。不要让我的脚落地。苏月又被江风起抱起来，内心莫名喜欢这一瞬。江风起瘦弱身躯拼命又小心翼翼抱着自己，他能清楚感到江风起的滚烫和青春。这个卑微可怜的路边野狗被自己随意拿走散文和报告，
他为什么在陈昭身上从没感受过那么直接的？他跟陈昭似乎都在努力表现最好的自己，戴面具互相试探，真喜欢跟陈昭在一起。当这疑问产生，裂痕不可避免。这时手机突然开机恢复，聒噪苹果铃声打断思绪。苏月愣了片刻，他清楚自己接受了陈昭告白，现在是他女朋友，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让江风起吹头发。但他对这个电话感到没来由烦躁。他皱眉，闭嘴不许说话，吹风机先别开。拿过手机，屏幕碎了，来电显示陈昭格外清楚。苏月深呼吸，接起电话。江风起正好能看到苏月美腿完整弧度，玉扣在半空微微摇晃，脚踝红肿消退，美足像阿尔卑斯奶糖或夹心软糖，草莓色美甲让人想捧手心尝一口。江风起确实二游玩多了，好不容易收回视线，又看到苏月苏柔，真不想用下流视线去冒犯，但苏月雪媚娘随他接电话，一举一动轻柔摇晃，像水中月杯中酒。这样的女人以前绝对不属于自己，不可能有交集。魏陈昭，苏月月月，我打了好多电话，微信消息没回复，怎么了？陈昭语气格外焦急。别提了，你走后就下暴雨了，我忘拿伞，浑身淋湿，脚还崴了，刚才去洗澡，可能没看到。苏月语气似乎带责怪。对不起，月月，我真不知道，我现在马上回来打车过来，没有怪你。等车子修好啊，我手机坏了，找服务台打车送到欢鹏，喊了私人医生。好，我看到没有消费记录，我还以为我用的自己的卡了，毕竟是我的问题。苏月假装平缓语气安慰陈昭，我现在就过来，你等车弄好，我已经洗了澡，脚也好多了，你又要跑一趟，别闹了。苏月当然不想陈昭现在过来，那半小时后他们能修好，我过来要2个小时了，没关系，傻陈昭，我都处理好了，别担心，换身裙子等你过来。苏月轻声说，美眸看身边江风起，脑子冒出诡异想法，要是陈昭知道自己窘迫样子被江风起看到，知道江风起在酒店套房里跟他独处一室，会发生什么？真是个邪恶想法。自己应该跟陈昭好，门当户对，让陈昭给自己花钱，继续做独立精致女人。江风起什么都没有，口袋里掏不出一顿下午茶钱。但苏月也明白自己家庭足够支撑生活，是江浙沪独生女，天选之子，为什么要为江风起这种小县城卑劣狗狗吃苦？就该让江风起滚，让生活回正道。苏月美眸眼波流转，情绪时晴时雨。那就好，我真的放心不下你，你还受伤了。傻瓜，我还要休息一会呢，不说了，我去吹头发。苏月继续轻声细语。陈昭终于认可，挂了电话说2小时后见。江风起安分坐在苏月身边，不想这么快被陈昭发现，最重要的是有种奇妙偷感，在那个咄咄逼人高富帅眼皮底下，能拥有他女神般的女友，热烈花样年华。苏月对陈昭的安慰和对自己的攻击形成强烈对比，但江风起听得出苏月在把陈昭推远。等他挂了电话，江风起像没事人一样打开吹风机吹他头发。苏月没拉开距离，也没真切割，内心阴暗情绪被调动起来。你对陈昭真温柔，江风起随口说，手穿过苏月的发，像晚瀑布和浪花。废话，对我男朋友不温柔，难道对你这条狗温柔吗？他帮你吹过头发吗？别问这么多，再说就滚出去，我这是惩罚你。苏月不想深究现在跟江风起的关系，压根没关系，我跟你没有关系，一丁点都没有，你别胡思乱想。我当然知道，我能拥有的就是这一刹那的芳华。江风起吹着他的发，热浪一遍遍烘干湿漉长发。苏月没接茬，江风起身上有廉价干净过去旧日洗衣粉味，像回不去的故乡弄堂里拆迁前的小院。江风起手没乱动，他明白不可能占到便宜了。苏月完全恢复，很清醒。他当然不认为能凭一个午后攻略苏月，他高估了苏月的恶意。苏月有些失神，江风起以为他在暗中盘算。江风起吹头发很用心，长发一寸寸吹干，他湿漉的心也重归平静，似乎不需要海誓山盟，没有拉上的窗帘，外面是杭城盛夏晴天。2个原本不可能坐在酒店里的人，彼此内心都有牵扯，但都不敢继续任由暧昧发展。私人诊所女医生敲门，江风起放下吹风机，安静坐椅子上。你转过去，医生治疗呢。苏月只这么喊了一句。苏月没赶他走，他就死皮赖脸多待一会。女医生不会问患者隐私，跟苏月说话聊天看脚，确认没问题后帮着涂了次药。苏月青春活力恢复很快，又能活蹦乱跳。他看江风起背对坐着，没玩手机，像认真听课的小男生。直到医生叮嘱注意事项离开后，他感到空气重新凝固。可以转回来了。苏月理理裙摆，看江风起转身，眼神依旧灼灼。苏月各种状态都迷人，脸上有了血气，唇瓣红润玫瑰色，更灵动，美眸也有了原来傲慢。我先回学校了，找辅导员投案自首，会给你写保证书，但到广播台道歉可能做不到，哪怕被退社退学也没关系了，至少我拥有了你半个夏天午后，我不会忘记这场雨。这是江风起内心声音，他确实不会忘记苏月近在咫尺的侧脸。少说点文绉绉的话，赶紧滚吧，我可不会听这些下流胚子说的无用话。但苏月偏偏吃这种文艺，不然怎么是文学社副社长？他初中爱看虚无缥缈诗集，高中爱上张爱玲三毛，喜欢模仿纪伯伦散文，但完全写不出那种意境。那我确实要回去了，在辅导员办公室等你回来。江风起知道短租时间要结束，再逗留没意义。这次突破足够让他接下来1个月记忆犹新。苏月的大长腿、素柔娇躯、恶毒话语里泛起的丝丝情意，只有青春邂逅才有的辗转。
苏月片刻流年如雨丝风片落在江风起心里，我至少也要跟他吃完饭了，有你好等的。苏月微微皱眉，江风起真打算走，没拖泥带水，没趁四下无人再赖。其实压缩极限时间还有1个半小时，但苏月知道现在自己跟江风起绝不能再进一步。江风起眼里有眷恋又很洒脱，点头，照顾好自己。你应该不用让他再照顾了，我看你脚踝已经好很快了。言下之意不想让苏月男友再碰他一下。要你管。江风起耸耸肩，没继续回答，推门出去。苏月的心居然有一瞬空落，周遭安静后怅然若失。不对，自己为什么会对这种人产生无谓情绪？疯了吗？一定是因为没见到陈昭，这些情感本该投射在陈昭身上。江风起当然不可能那么乖巧回去找辅导员挨骂，他也要在周围网咖上会网，等苏月跟男友吃饭差不多再回去，这样辅导员可以直接带自己见苏月，到时候再看看苏月反应。系统提示恰到好处，恭喜您避开3次雷点，获得3次阶段性小奖励。奖励1，苏月租借值上升+2，当租借只满10点短租可变为永续租借，他对您产生本质上的心动点+1。奖励2，获得1次小幸运，这2天获得意外被动财富收入约1500元。奖励3，获得1次挑战级难度门票，目标租借值5点以上可发动1次挑战级难度租借，成功心动后有概率获得额外被动奖励及双倍租借值获取。3个奖励都不错，没他看过的小说那么夸张，但他喜欢一步步来的美妙节奏。原本自己没有任何翻身机会，现在似乎能切实触摸到活在空中花园里的女神们。江风起很快找到一家网咖，打开手机充钱时看到辅导员未接来电，理都懒得理，充完钱继续关机，50块钱够消磨一天。苏月那边江风起离开后1个半小时里，内心情绪起伏，脚踝不疼了，红肿消退，按压时有轻微疼痛。他重新穿上丝袜，看落地镜里的自己，窈窕淑女，长发飘飘，纤手柔顺长发，这是江风起手穿过的地方，陈昭都没跟自己这么亲近过。他提了提丝袜，看清透肉色丝袜没过腰肢，第一次没怎么玩手机，没看抖音小红书，安静坐床边发呆望天花板。跟江风起独处真比想象中舒服很多，这种偷窃般举动，明明有男友却跟罪大恶极一无所有的混蛋聊那么多，似乎真比陈昭有意思。他不喜欢加声音说话，也不喜欢装甜美。漫长1个半小时后，陈昭急急忙忙赶回来。苏月告诉陈昭房间号，当陈昭敲门时，他内心甚至不是惊喜。谁啊？月月是我，陈昭。陈昭很着急。陈昭，苏月走到门边，穿鞋踩地上不怎么疼。打开门后，陈昭一脸紧张担心，也被苏月美得有片刻说不出话。苏月美眸迷离，期待神色很快收起来，这压根不是属于陈昭的，但陈昭自然误判，因为苏月名义上就是他女朋友。苏月只穿简单短裙，丝袜长腿亭亭净直出现在陈昭面前，她足够神魂颠倒。苏月花容月貌如瀑布乌黑秀发，在酒店暧昧氛围灯下格外诱人。月月，你腿没事吧？我帮你揉揉。酒店暧昧氛围让陈昭想更进一步，他还没抱过苏月。不用了，刚才医生处理过，这回好不少了，我们去吃饭吧。他努力挤出甜美笑容，内心却有个极为别扭的声音，不想让陈昭碰。苏月自己都吃惊，明明陈昭才是她男朋友，明明期待已久，明明今天穿好看小裙子就是给陈昭看的，怎么突然？她甚至不动声色躲开陈昭的手，完全下意识闪避，甚至有点不想笑。装甜美很累，也好也好。陈昭只能收回手，知道在得到苏月前必须装绅士，不敢造次。苏月他追了很久很用心，真正门当户对都是老行程。这房子要不退，晚上我们住这边看江景。苏月一时找不到理由反驳，但就是不想也不可能跟陈昭过夜。我还没有准备到那种程度。陈昭不好意思，他居然能说这么绝情的话。陈昭笑容暗淡几分，这样也对，月月你可是我心中无瑕女神。嗨，陈昭我们先吃饭好不好？苏月耐着性子温柔加一下，其实他更喜欢肆无忌惮羞辱江风起。陈昭确实有点急功近利，之前苏月一直觉得他彬彬有礼很绅士，有成熟稳重气质，但此刻陈昭眼里有赤裸裸对自己迷恋眷恋，直白想占有自己的眼神比江风起过分多了。江风起眼里有文艺情怀，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陈昭让苏月不那么喜欢，开始不断被扣分。苏月跟陈昭吃饭时没坐他身边，坐对面正襟危坐。原本很喜欢的日料现在吃起来味道不对，他皱眉问服务员是不是不新鲜了。服务员陪笑脸说确定今天新鲜空运，还喊主厨过来，但苏月还是觉得味道不对，吃的心情不好。陈昭察觉苏月低气压，觉得是崴脚淋雨心情不好，有些自责。本来说好的烛光晚餐和甜蜜短途旅行似乎要落空，但他没法多说什么。吃到一半，辅导员电话打过来，喂苏月陈昭，江风起回来了，我逮住他批评教育了，你们忙就先忙，需要过来看一眼，处罚满不满意，让江风起当面赔礼道歉。辅导员沾沾自喜，以为抓住罪恶滔天的江风起，尽管江风起全部所作所为不过是跟苏月表白。我们现在就来。苏月直接把吃了一半的3文鱼盖饭推到一边，他确实想看看江风起，也不想让他被批太久。不再吃一会吗？这家味道不好，不想吃了。苏月嘴边有淡淡笑意，准备拎包离开。陈昭也才吃半饱，完全没觉得口味变化，但苏月要走，只能点头。也好，让江风起这条野狗好好给我们道歉。我还以为他能逃到天涯海角，
这不还是回来了？陈昭眼里带着直白憎恨，心头怨气怒气都算到江风起头上。晚上苏月不跟他过夜，不享受烛光晚餐，都是江风起的错。陈昭想让江风起身败名裂，背上处分。大学4年抬不起头，被孤立，需要证明自己实力地位。江风起在辅导员办公室挨了不少骂，好端端当着别人面表白有男朋友的女生，你知道多恶劣吗？你是大学生，有正常思维能力的成年人，不考虑骚乱恶果吗？表白一下，开个玩笑而已。谁跟你开玩笑？人家郎才女貌，天作之合，给学校社团赞助。你呢？你看你吊儿郎当。社团还是我推荐你去的，为了让你多社交交朋友，你非得跟苏月表白，把我都丢干净了。辅导员恨铁不成钢，这要是原来江风起说不定认罪认罚，但原来他也不敢表白。江风起直耸耸肩，等他们来吧，他们来了你一定要好好道歉，争取让他们消气。你消失一下午，手机打不通，跟肇事逃逸有什么区别？辅导员还挺会类比。好老师，我会好好道歉的。江风起又能再见到苏月了，苏月会变得清醒吗？短租之后会回到陈昭身边吗？还是产生无法弥补的裂痕？陈昭开车不到半小时回学校，苏月脚步显得急躁，陈昭加快脚步才跟上。月月，你穿高跟慢点。陈昭想去搀扶，苏月已走到教务处台阶上。没事不疼了。她长发飘飘，白裙在夏日晚风里飘飘。陈昭似乎察觉到苏月细微转变。苏月很快到辅导员办公室门口敲门，老师我过来了。苏月来了，你给我站好。辅导员厉声道。江风起依旧贴墙一副无所谓样子。辅导员心里也清楚这种世纪处分不容易，只能让江风起自己承认错误。苏月推门进来，看到江风起站墙边，觉得又可怜又好笑，想打他，但此刻苏月已经开始听不得别人说江风起坏话，他自己可以说。陈昭几乎小跑赶上，江风起，你怎么不继续跑了？苏月冷哼，我不想跑了，我就是开个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众目睽睽的。苏月看着江风起，内心没来由，想找借口让他留在自己身边继续折磨。我向你道歉，苏月，也会写保证书，让你看苏月了吗？你要给我写保证书，也要给我道歉。陈昭厉声呵斥。行，对不起二位，是我发疯了。江风起道歉没什么诚意，你小子给我写退社申请，以后彻底滚出文学社。陈昭不想放过他，你还要去广播台道歉，我犯的错也不是弥天大错吧？表个白给你们有钱人生活增加茶余饭后谈资，怎么还要去广播台道歉？写保证书就是极限了，而且我不想退出文学社，毕竟学姐不少散文也是我帮忙写的，不是吗？江风起这话让辅导员和陈昭脸色一沉。江风起，你还想威胁苏月？你写的散文本来就是苏月出标题要求的，少歪曲事实。没有苏月指导，没有他前辈优秀考量，你能写出什么狗屁文章？陈昭剽窃了，还站到德智高点驳斥。确实，苏月思想真先进，指导真有效，苏月高瞻远瞩。江风起吹得苏月微微脸红。你少贫嘴。苏月皱眉，但不是讨厌是不好意思，他也不想让江风起走。不过你写的散文确实还过得去，也有留下的理由。这样吧，给我们写3000字道歉和保证书，也不用去广播台了。这种事我不想闹得人尽皆知，条件允许在社团内部道歉下。苏月几乎大幅度让步，美眸淡淡看着江风起。陈昭愣住，之前说好的让江风起身败名裂呢？苏月态度有所和缓，言语里还有点俏皮。不对，是自己想多了。辅导员看苏月表态也明白了，确实传出去不好听，被江风起这种人表白真是灾难。是苏月不想闹大，江风起你走了狗运。陈昭也反应过来，确实不该闹大，讨厌苏月的女生不少，闹大了真让江风起道歉情况更糟。这是陈昭为苏月和自己找补。现在就写吧，保证书就在办公室里写，我们看着你监督你，少一个字都不行。苏月假装恶声恶气。说得对。陈昭附和。你们都这么看着我，我压力很大，和之前表白压力就不大了，跑路压力就不大了。苏月轻哼。也是，那江风起你坐着老老实实写，手写。辅导员说话间肚子咕噜叫一下。哎呀，李老师，您是不是还没吃晚饭？苏月小声问。是啊，都忙忘记了。真不好意思，为了江风起这点破事，您快去吃吧。这卡是附近日料连锁储值卡，您记我账上。苏月拉着辅导员出办公室，轻笑着从包里拿卡片。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啊，都是为了我的事害，您晚饭都没吃呀。苏月展现超温柔姿态，本来就该请你好好吃一顿。他知道辅导员爱占小便宜，把卡放他手心支走辅导员。那江风起就靠你跟陈昭监督了。那当然，他跑不掉的，写的差不多，我会让他滚回寝室。苏月笑意甜甜温柔，看陈昭一眼，陈昭也附和。辅导员满心欢喜，拿卡去吃日料。苏月和陈昭再次回到办公室，江风起确实开始动笔。保证书随便洋洋洒洒就能糊弄，陈昭那文学素养真会看吗？江风起龙飞凤舞，速度极快，3000字1小时不到就能写出套话废话，诚恳道歉。江风起字很好看，比陈昭字好看得多，甚至比苏月娟秀字迹更潇洒。陈昭懒得练字，签字还是练过的。看看写的差不多了。江风起没拖泥带水，看到辅导员离开，内心盘算怎么支走陈昭跟苏月独处。苏月内心也在盘算，但绝不想承认。他跟陈昭都看保证书，写的还算过得去吧，
一堆空泛废话。就是陈昭冷嘲热讽。算了，陈昭我有点困了，江风起滚回宿舍去，我之后会安排你在社团上念一下保证书，有机会的话。苏月美眸像厌倦过佳佳，这次苏月真是人美心善，放过你这条野狗，以后好好给我记住。陈昭眼里带威胁神色，对江风起这种没钱没势的人疯狂龇牙咧嘴。行，记住了。江风起压根没低头，陈昭内心还是一股火，这江风起怎么看起来比之前还狂还自信？江风起，你在教务处再等会，等辅导员回来说一声，你再回宿舍。陈昭真不太想放过江风起，觉得过关太轻松，内心盘算什么时候再狠狠打压。等他和苏月出教务处，陈昭还是问苏月怎么不让江风起这畜生直接滚出社团？我之前获奖散文有好几篇就拿他的，再说那些破报告，你愿意写？我都懒得写，何况留在身边，我们有他把握才好继续折磨啊。行了，你开车回家吧，我也开车回去。苏月笑了笑，那明天见，不用我送你回家吗？陈昭愣了愣，现在才晚上8点20还有时间，苏月不该跟自己继续玩一会，没想到这么快下逐客令，他不死心问，不用呀，我车正好明天要做保养，停好几天了，该让他活动活动。苏月平时不太爱开车，之前喜欢开自己车，需要在学校慢慢转圈，享受高贵感觉。也好，陈昭只能笑，开自己车走了。江风起站在辅导员办公室窗边，看陈昭跟苏月分道扬镳，看得清清楚楚。陈昭车子启动后，苏月车子没启动。江风起二话不说给苏月短号打电话。苏月坐在车里，潜意识知道自己这些举动什么意思，但无法接受自己所作所为。直到江风起来电突然响起，他没怎么犹豫接起电话。魏陈昭在你身边吗？你可真是畜生东西，他在我身边我会接你电话。你站在3楼，不是看得清清楚楚他开车走了吗？装模作样。苏月冷哼。苏月，我还有东西没写完呢。其实什么？写给你的情书啊。你不是说我表白太仓促了？找个地方吧，找个他不知道没人知道的咖啡馆，我过去给你手写一份3000字情书。江风起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不算骚扰，他内心隐约明白苏月的期待。苏月没那么喜欢陈昭，但凡对陈昭有真实感情都会划清界限，但现在他才是唯一看过苏月我见犹怜样子的男人，唯一触碰过他娇躯的男人。你滚蛋，我需要你这野狗给我写情书吗？什么年代了，你不会觉得你两手空空的废物能靠情书打动我吧？我压根不相信这些花言巧语。苏月恶狠狠反驳，我想跟你独处，像下午在酒店一样，我什么都不会做，不会做过分的事，只是想给你写情书。你可以看完后嗤笑我，继续辱骂我，继续看不起我，也可以把情书丢一边。我确实两手空空，不是吗？但我总得给你写点什么。下午那些情绪，看到你美眸，看到你长腿后的情绪，总要给你写点情诗情书。苏月，得让你看着我写。江风起这话触动苏月内心深处悸动，你真是巧舌如簧，恬不知耻，就没见过你这种不要脸的野狗，我怎么可能还跟你独处？苏月咬唇，毕竟要在你苏月指导下嘛。再说了，看到你的样子，谁能不禁见出点灵感？江风起趁热打铁，快说去哪家咖啡馆，才不会被人发现？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你？大晚上跟你这种人去咖啡馆，凭什么相信你不会动手动脚？苏月没好气说，但先手不自觉开始在平板上搜索那些自己去过的有包厢的小众咖啡馆。苏月清楚知道自己几乎再犯大错，把陈昭3言2语打发走，让名义男友今天一点好没得到。对江风起虽然辱骂愤怒，但更多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无比期待跟江风起去咖啡馆独处。正常自己真该回家，今天才崴脚短裙丝袜，完全不该给江风起看，明明该属于陈昭。陈昭追自己这么久，苏月内心有愧疚负罪感，但有更强烈要见江风起的愿望。江风起要给他写情书，苏月明明知道这年代情书什么都不是。你选地方，我们分头过去，微信加我。江风起知道苏月对自己心动，短租值在上涨，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苏月语气他也摸清规律，苏月是青春懵懂里的坏女人，坏纯粹又热烈，极易转化成浓烈喜欢，没有理由。混蛋还要我找，连咖啡馆都找不来的废物。苏月一边骂，江风起笑嘻嘻说，那小子情调我怎么可能有你懂？好了，先这样，我出发了。江风起挂电话，苏月一边咒骂，一边很快找到一家离学校有点距离，地铁口附近，相对偏僻小众，只有自己去过的咖啡馆，偶尔喝过几次下午茶，也办过卡。废物东西去这，我开车过去，只等你5分钟，没来我直接走人。他加江风起微信，这似乎真是苏月第一次主动加异性微信，还是这个该死的江风起，头像还是2次元萌妹，他想一巴掌呼他脸上。好嘞，苏月，我马上过去，要等我啊，不许走。谁会等你这种人？苏月一边说一边缓慢启动，能清楚看到江风起在夜晚校园里朝地铁站跑，整个人充斥莫名傻气可爱。等等，自己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苏月居然开始觉得江风起可爱，闭上眼睛，这是对陈昭都从未有过的心动，疯了吗？但他的车子始终慢悠悠跟在江风起身后，直到看他跑进地铁站。江风起在地铁站口看四下无人，还笑着跟苏月的车挥手。苏月哼了一声，一脚油门扬长而去，看到他喜笑颜开的样子，也莫名有点开心。苏月在咖啡馆附近停好车，换好高跟鞋，刚推开车门，就看到一路跑过来的江风起站在不远处朝自己傻笑。傻笑什么？怕你跑了？真的是。苏月皱眉，拿出车上湿巾，擦擦吧，傻子一样。他走到江风起身边，不担心他满头大汗沾到裙摆，
他喜欢江风起热情洋溢，跑来找自己。江风起没什么汗臭，有类似青草的简单干净气息。你脚踝受伤还穿高跟不疼吗？穿平底鞋也没事，我穿什么要你管？不疼你别烦。苏月白他一眼，穿高跟鞋好看，让这畜生多看下他还在那点评。还疼的话我抱你进去。你这种话现在都敢说了是吧？苏月一下揪住江风起胳膊，在这等着我呢，还想抱我做梦呢？我好很多了。他抬高跟鞋狠狠踩江风起白色板鞋。别踩了，去咖啡馆，我能请客了。别闹了，这家咖啡馆价格不低，而且我之前办公充值卡有折扣的。那我好歹也得把钱给你不是？别跟我谈钱废物东西。那今天下午我的裙子、我的内衣、我开房的钱呢？你怎么不给我？苏月冷哼，这给不起，那不就是了？别幻想你能跟我 AA， 我的生活你可 A 不起。我给你买你喝就好了，少废话，听到没？苏月知道江风起想证明自己，才不会让他证明，他就是被自己踩脚底下要听自己话的臭狗。苏月你可真好，切我可不想听你说这种话。苏月甩长发，故意走在江风起前面，知道自己的腰肢柔臀倩影都会被江风起看到，云鬓花颜金步摇，只让江风起一个人看。江风起也看得着迷，贪婪和野心都在疯长。到了咖啡馆，苏月提前预定包厢，老板娘是苏月比较陌生的，不在自己圈子，应该不会有被知道风险。他跟江风起进包厢，气氛有些沉默。他坐对面，但看到江风起真从文件夹拿出 A4 纸和笔，洋洋洒洒开始写，觉得好笑又可爱。你喝什么？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咖啡。到咖啡厅不喝咖啡，那给你点荔枝冰奶吧。苏月随意下单，饶有兴致托腮看江风起龙飞凤舞。他们彼此都在试探，苏月也不断突破底线，内心模糊朦胧边界不知道在哪。看得清楚吗？有点距离，怎么看清楚？你写好了再给我看。苏月没好气哼哼，要不要坐过来坐我身边？你疯了吗？苏月听到江风起口出狂言，内心咯噔一下。这要是以前纯粹就是骚扰，能把江风起抓起来，但此刻苏月就爱听这种比甜言蜜语还轻薄的胡话。想让你看清楚一些，想复刻你下午在酒店坐在我身边的感觉，也有利于文学创作吗？你那叫文学创作？那叫胡编乱造。苏月没好气哼哼。咖啡厅包厢不算大，坐到江风起身边自然有些拥挤。来吧，苏月来坐我身边。催什么？苏月咬唇，美腿在桌下踢了下江风起，然后才犹豫起身。江风起给他让开座位，他坐靠里，眼神里满是期待、欣赏和贪婪。但苏月看得到江风起贪婪会自动帮他美化。他坐在江风起刚坐过的地方，软垫上有他残留滚热、力透纸背般传递到短裙。变态你真是个坏狗。他美眸不自觉看江风起。苏月跟江风起眼神在深夜咖啡馆交汇，彼此似乎都明白这一刻代表什么，但江风起不说，苏月也不可能说。这种微妙暧昧情绪迅速蔓延。服务员上咖啡时轻轻敲包厢门，推进去看到苏月跟江风起坐，一边内心知道打扰了，放下咖啡和荔枝冰奶赶紧走。虽然已经轻手轻脚，苏月还是皱眉，不要再过来打扰了。他知道此刻暧昧跟下午截然不同，下午对江风起还有很多恨意，说喜欢谈不上只是萌芽，能接受江风起吹头发，不得已让他抱。但现在不一样，脚踝几乎无大碍，完全可以走，完全可以不来，完全可以对江风起疯狂辱骂。可在这不算大甚至逼仄的沙发一侧，他坐在江风起刚坐过的地方，感受他力透纸杯热意，他的眼神灼灼苏月，美眸也迷离。他知道这是错的，知道跟江风起关系不正常不健康，知道前面或许是飞蛾扑火。江风起也在那写飞蛾扑火。我知道你喜欢看三毛的书，三毛说过，爱情就像飞蛾扑火，危险又热烈的一瞬。当然对我而言，我对你连飞蛾扑火都做不到，只要你不想让我扑。江风起笑了笑，我们不是飞蛾扑火，我们是造孽。我真不该在这样的时间在这和你看什么情书，完全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人，我应该走的。苏月摇头，我可拦不住你，只是月光真美，你的丝袜也很美。江风起笑说，要你说，我的身材，我的一切都是万里挑一的，都是你这种人压根没机会接触的。我本来就和你毫无关系，毫无瓜葛，毫无。苏月说着，娇躯不自觉朝向江风起。正好咖啡馆切了首歌，是郑钧的《私奔》，苏月也能看清江风起写的情书。你都哪找来的淫词艳曲？这么变态，还详细描写下午你的心理活动吗？苏月拉过 A4 纸，上边字迹洒脱又文艺，像怀念跟苏月下午的春花秋月。我总归会遇到自己的盛夏。江风起看着荔枝冰奶上凝结的小水珠，开始伴随苏月话语从杯子上滑落。我是陈昭的女朋友，苏月还是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保持距离不是吗？江风起你就不该，可你不喜欢他我看得出来，比起对他你现在对我更感兴趣。下午陈昭去见你，你让他揉了吗？让他碰了吗？江风起眼神认真直勾勾看苏月。没有。苏月毫不犹豫回答。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有？我不是你男朋友，也帮你吹头发，也被你坐你身边，他是你男朋友，却在酒店里什么都没发生。他本来就想这2天跟你出去住的吧？江风起笑了笑，别说了，我是因为被我碰过了，因为对我有好感，不想让陈昭碰了，还是发现陈昭压根不适合你，你对他压根就不动心。你别说了，混蛋！苏月抬高语调，先手死死抓住江风起，我怎么可能承认我喜欢你？怎么可能承认一个下午对你这种人一见钟情？你滚啊！我们已经犯下大错，我该走了，现在就走，我不看了，不看情书了。苏月咬着唇，最后一点小挣扎。
江风起绝对不会这种时候放他走。苏月也压根不想走，摇摇晃晃起身，咖啡都没喝，脸上饭坨红，像有些醉了。江风起话过于食髓知味，江风起只用文字就能撩出他内心悸动。他刚站起身，江风起突然搂住他的腰肢。苏月下意识惊呼：“你疯了吗，混蛋！你得让我回家！你这坏狗狗，你这变态的，你对我不怀好意！”你苏月被江风起顺势搂在怀里，半推半就，顺水推舟。如果江风起没有一丁点勇气，苏月走了就不可能再回来。人就是要在上头时孤注一掷。我可不想让你走，不想让你现在就回家。我不会做什么过分的事，但我也不会让你这个坏女人、恶毒女神就这么离我而去。苏月的腰肢真是柔软，反应比江风起想象还温柔。苏月这下直接坐在江风起怀里，不知道故意还是不小心，裙摆刚好落在他腿上，身子再一次贴着他，比下午在酒店还糟糕。你真是疯了，我们没可能。江风起，我们完全不打我。你说你对我没一丁点意思，你说让我滚蛋，你说以后要跟陈昭一生一世，说点伤人的决绝的话，我可以让你走。江风起几乎咬着苏月耳垂喝热气说这些话，他自己都面红耳赤。苏月更脸红，你就非得活在当下？是啊，能抱住你，哪怕一瞬我都觉得这辈子值了。你就是个变态，你就是个小偷，我不该是你的，我明明是。苏月在江风起怀里挣扎，但他很喜欢江风起这样紧贴自己，滚烫热意迅速蔓延，柔臀都像范涟漪。江风起有青春的粗糙，青春的野心，他当然不想走。咖啡馆歌在唱，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我帮你揉揉脚吧，别人碰不到的地方都该是我的，都该是我一个人的。江风起的贪婪跃然纸上，但苏月也像着魔一般。他看江风起喉结在说过分话语后来回移动，看昏黄灯光下那过分的坏男生，那个他口中一无是处的蠢狗，此刻在解开他高跟鞋系带。自己甚至喜欢他有些粗糙的手慢慢抹撒自己脚踝。怎么可能是你一个人的混蛋？苏月说话黏糊起来。他看江风起像捧着掌上明珠般捧着他美足，丝袜里的玉扣若隐若现，在灯光投射下波光粼粼，流光溢彩，脚踝确实已经消肿。苏月足部保养很好，从小宠命优渥，长在春风里，娇躯几乎全带青春，极致美好，年轻自然又有藏起来的恶毒反差羞涩。苏月脸红，但喜欢看江风起为非作歹。江风起一开始正儿八经揉他玉足脚踝，比起女医生纯粹技术戴冰凉手套，江风起的热象能直接揉开，淤血揉开更深暧昧。苏月本来觉得脚踝不算太敏感，但被江风起稍微揉一揉，美眸里开始流转烟波，丝滑精致的美妙在掌心被慢慢晕染。江风起以前压根没碰过异性，单身太久，唯一恋爱经历是 Gal Game， 知道经历带不进现实，原本只想当个守望者，远远躲避不属于自己的娇艳花朵，没想到现在能捧苏月美足，足尖甚至有淡淡花香，真神了。他凑近嗅了嗅，是蔷薇花吗？还是茉莉？你真是个不要脸到极点的变态呢，江风起，随便你怎么说，我就是喜欢。他还没来由，直接吻了下苏月长腿，丝袜下流淌苏月青春美肌，淡淡月光遮住思绪。你，苏月拿江风起没什么办法，甚至没生出挣扎的心。他是愧疚不安，知道不对，但偏偏会做会叛逆，任由内心反差甚嚣尘上。他就是更对江风起有感觉，被他戳到内心冲动激情，能从江风起身上找到真正的私奔感。尽管他不可能真跟江风起私奔，但听着歌看江风起小举动都觉得很开心。这么喜欢，让你吃个够。苏月的挣扎不是抽回长腿，而是直接一脚踩在江风起嘴上，他又占上风，江风起被他踩得靠墙边仔细嗅他香甜。真是的，都这样了，算了，真变态。苏月收回长腿，你还是个变态腿控。此言差矣，苏月你长得这么好看，浑身上下有人能不喜欢吗？我不仅控你的腿，我还想什么？苏月咬唇，抱一会，做梦呢跟你抱。苏月说归说，但身子往江风起方向倾斜，苏柔活泼轻跳，现在半坐在江风起怀里。江风起已经能看到苏月春光乍现，他下午花钱买的内衣若隐若现，虽然不是镂空，也不算性感，但苏月举手投足都洋溢美好，花样年华。江风起已经伸出手再次勾住苏月腰肢，苏月轻轻推他一把，嘴上嘟囔几句，但还是让江风起结结实实抱住了。这种油然而生的自信和狂热，家人在怀的欢愉，让江风起下定决心，苏月这样的白富美，这样的女人就该属于自己。谁说门当户对？谁说高富帅狗眼看人低？谁说自己是路边一条？每条狗都有出头之日，自己也能把苏月揽入怀里。出身寒微不是耻辱。江风起眼神里有滚热情绪，议正了。苏月被江风起抱得有些莫名开心，离经叛道还是某种远方呼唤呢？他喜欢被江风起照顾捉弄辱骂，他也不知道自己此刻情绪怎么编出谎言。自己明明不是他女友，明明不该这个点和江风起，苏月绝对不能让陈昭碰你，听到没？江风起抱得更紧。用你说，我可能之后也不会当他女朋友了，明明他前几天才告白过，我虽然坏，虽然想用钱，但跟你这种混蛋有染了，没资格用陈昭的钱了，我自己零花钱也不少，更不可能和他出去旅游了。本来说好的迪士尼、马尔代夫、霓虹应该都不会去了。苏月摇头，真好，好你个头啊，还不是因为你的错，还不是你的表白，你的变态，你的。苏月狠狠捏江风起的脸，他居然喜欢这样狭窄空间里鼻息间有江风起的味道，喜欢稀里糊涂颠倒人间般的拥抱。请注意他的心动点+2，短租值+2，他的短租值和心动值增加都有可能被发现被揭露，您会面临新的挑战。我一点都不怕，
江风起听到系统提示，无所畏惧。苏月现在喜欢自己，只对自己心动，这个恶毒女人只爱自己，对陈昭都变冷漠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苏月，我真想就这么一直抱下去。江风起也着迷，我总归是要回家的。江风起，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说不好也不确定，我绝对不可能让家里人知道。你要明白，我父母是高知，家里条件很不错，跟你是天壤之别，云泥之别。我现在不可能立刻终止跟陈昭名义上的恋爱，我这段时间会私底下来找你，我用微信小号加你。除此之外，在大庭广众，你绝对不能逾越，听到没有？苏月在极端暧昧时想到冷静现实，但她还想继续跟江风起拥抱，因为喜欢才会近乎冷酷说这些话。为什么不能直接终止？直接终止，我爸妈只会让我去相亲，他们连陈昭都不是特别满意。如果我和你的事被发现，我零花钱信用卡再被停，没有物质的爱情只会变成散沙，你那点可怜卑微的生活费供不起我的美丽和明天。我不会捅破窗户纸，明白吗？我们只能是地下，只能是偷，何况我们现在就是在偷情。你要是发点起脸这点面子都不给陈昭，那我们也只能完蛋了。苏月深深看江风起，江风起有些哑口无言，他并不打算放过陈昭，不想偷偷摸摸，恨不得昭告天下，让所有人知道自己拥有苏月。虽然理智上苏月说的太有道理，但江风起内心一直憋一口气，这些人不过是投胎好。原本的他很清楚自己比投胎比不过，只是小县城废物，没有系统可能庸碌一生，够不到人家脚后跟。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不想攻击苏月，但陈昭这个文学社社长文学造诣宛如一坨。文学社滥竽充数太多，文无第一，文学讲座多拿学分多，用现代诗和似是而非散文随意冒充，用别人文章随便套壳，内部评选拿奖镀金的大有人在。文学社拿到的赞助不少，但压根没用在文学上。陈昭当社长2年，一篇能跟自己相提并论的作品都没有，这人也该滚蛋了。好吧，私底下就私底下，反正陈昭也马上要退了，你要当社长了。是我当社长后，陈昭基本不怎么来社团了，到时候我们有的是时间机会，你只需要稍微忍耐一下，想得开挺得住一点。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陈昭碰我的。苏月现在甚至开始为江风起考虑，眼里也有诡异情绪，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跟江风起关系，又喜欢这种隐瞒偷窃般的欢乐，在逼仄房间被江风起紧紧抱住的暧昧。他的大长腿似乎只有江风起才能捂热，只有江风起碰才不讨厌。我知道了。江风起点头，我也该回家了。江风起，你就再抱一会。苏月看江风起答应，语气和缓。江风起二话不说，再次紧紧搂住他。苏月，我喜欢你的丝袜，你的诗情画意，你跟我出门见面都穿丝袜，在社团里穿长裤，我可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你这双大长腿。你这臭狗真会极度吃醋呢。我知道了，我穿宽松点的休闲裤，里面穿丝袜，偷偷给你看可以吧？苏月也挑眉，想尝试这种藏匿在正经衣服下的。好，江风起相当满意，也没太过分举动。苏月长腿会轻柔不自觉缠住他，非常喜欢这样紧贴，怦然心动。他当然也想跟江风起多待一会，但9点半左右就真得回家加椒盐。他也会认真抱紧江风起，想在回家前10几分钟让他稍微开心。另一边，陈昭垂头丧气回到自家别墅，姐姐陈书恒正慵懒坐沙发逗布偶猫。陈昭今天回来这么早，没跟小女友共度良宵？他注意到陈昭眼里失落。没有姐，他说要回家了。你前几天不还说人家答应当你女朋友，到底答应了没有啊？答应了，而且他也说今天跟我出去吃饭可以晚点回去。突然就，陈昭一向把姐姐当伴的妈妈。陈书恒是个美人，学历能力吊打陈昭，大学期间开始创业，现在拿着家里和自己资源混得风生水起，也很疼这个弟弟。哦，之前答应了，现在突然冷淡，他很可能不怎么喜欢你，或者已经变心了。姐怎么可能？我跟苏月知根知底，你脸上的表情就出卖了你。说说吧，最近跟他的所有事情，姐姐帮你复盘。陈书恒坐起来，只有对弟弟才有如此耐心。陈昭本来就需要姐姐出主意，信用卡和车都是姐姐给的。他竹筒倒豆子般把这2天全部事情，包括江风起表白、苏月脚受伤去酒店，气氛不对，全告诉姐姐。问题很大，他腿受伤去酒店，这中间你打不通手机关机，而且有人对苏月表白了，这个你嘴里一无是处的毛头小子，晚上给你和苏月写保证书，苏月还对他从轻发落了，甚至拒绝跟你出去。那我这么告诉你，苏月有90%可能出轨了，而且喜欢这个江风起，至少内心喜欢。你说他完全没有优点，是真的吗？家里条件差不代表没优点，你想想看。你要有所隐瞒，那你的好女友就要从你嘴边飞走了。这畜生就是一无是处，唯一算本事的地方，我跟苏月不少投稿散文现代诗都是他写的，这不就是还不能算优点？这年代舞文弄墨算什么？他生活费不如苏月一件衣服，苏月怎么可能喜欢江风起？他明明很讨厌他，我们都把他当工具人，当条狗。你看不起江风起是真看不起，但苏月说看不起就不一定了。他写的散文在你这儿不值一提，在苏月那可能真有效果。陈书恒大胆判断，不可能，之前他从来对江风起散文嗤之以鼻，怎么可能是江风起？那你解释他态度突然转变。不过没事，姐告诉你，明天直接打直球跟苏月来点身体接触，如果苏月不肯，那几乎板上钉钉。再然后关注江风起跟苏月动向，这2人只要有猫腻，一定藏不住，一定会找各种机会独处，甚至很有可能现在就在独处。陈书恒这话宛如惊天霹雳，这陈昭难以置信，
但想到苏月莫名其妙开始冷淡，该不会真的？他艰难咽口水。姐，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跟他并不合适，需要追2个学期才能谈上的姑娘，这可是大学，未免太矜持了。苏月喜欢或许只是你的陪伴，江风起可能之前写的散文都没打动苏月，可能今晚打动了。文学就是这样奇妙，不是吗？他姐姐淡淡笑，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没事，陈昭，不管你信不信照姐姐说的去做，我会帮你兜底。如果真苏月出轨了，你把当初苏月答应做你女朋友的截图保留好，我会找苏月和她父母对质，谁都不能欺负我弟弟，辜负你的真心。陈书恒眼里闪过火花。好了，傻狗狗笨狗狗变态狗狗，我要回家了。苏月之前直接喊江风起傻狗，现在加叠词，纯粹越看江风起越可爱，甚至比陈昭顺眼不知道多少。跟陈昭出去吃饭很没意思，陈昭老干巴巴卖弄低水平，道听途说，错漏百出常识。苏月比陈昭更懂文学，陈昭连沉下心看纸质文学的闲情逸致都没。好歹苏月能一下午看书，写不出太好文字，但能感受，就像江风起写给他的情书，字里行间好文采，他知道意思。江风起想要他的乱红飞过秋千去，想要芍药年年为自己开，这些微妙情话苏月很受用。这就要走了，我才抱多久，来日方长，懂不懂？大晚上出来陪你这傻子喝咖啡看情书，答应你做地下的偷窃的事本来就很过分了，少馋嘴哦。苏月眨美眸，我对你脾气已经好得不得了。是啊，没想到精致利己的苏月抱着我的时候也像在唱摇篮曲，想喊我妈妈了是吧？苏月捏江风起脸，看他最后认真游走自己丝袜长腿，无比眷恋舍不得。我恨不得晚上就睡在你丝袜长腿上，恨不得在咖啡馆里，怎么在咖啡馆就想打发我？混账东西！苏月长腿没好气踢江风起，江风起轻揉他脚踝，帮他重新穿好高跟鞋。苏月笑着起身，真该走了笨蛋。他也没想到江风起会抱着他依依不舍，但苏月在这种时候反而比其他人更理智，很清楚忍耐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该退。就算对江风起有昏头上头、怦然心动状态，也不会让一时情绪彻底冲击自己生活。江风起送他到车里，苏月摇下车窗，美眸亮晶晶，深深看他一眼，快点回去吧，现在还有地铁，以后有机会坐我车我送你。他笑着挥手，然后摇上车窗离开。江风起当然喜欢这种甜蜜，从小到大没尝过，甚至陈昭都没尝过。他笑着戴上耳机，听以前懒听的情歌，回寝室一路笑，一切顺风顺水，心想事成。推开宿舍门，今天宿舍只有一个室友，尽管明天有课，但大学生还是不遗余力挥发荷尔蒙。小江回来了，你给陈昭学长回个消息吧，他刚才打电话到我这问你回没回宿舍呢。江风起心里咯噔一声，哦好的，他以为陈昭这蠢货被蒙在鼓里，没想到会专门打电话问自己。陈昭的询问当然是他姐姐出的主意，你现在就可以先问问江风起晚上在不在宿舍呢。他找遍通讯录，找到江风起室友问，小江啊，我晚上差不多7点回来，没看到人啊，可能去上网了，手机关机了，回来了让他给你打电话过去。这一问，陈昭心里凉半截，江风起不在宿舍，也有可能江风起留在了辅导员办公室，他保证书都写完了，留在辅导员办公室到9点。陈书恒笑出声，那你不妨再给辅导员打电话。陈昭也打了，辅导员说7点40回办公室，江风起已消失。陈昭满头大汗，现在陈昭你最后给苏月母亲打电话，就说苏月有东西落在你这了，问他是不是到家了。陈书恒知道答案呼之欲出，陈昭被莫名力量驱使，真的不想面对真相。自己追求1年的女友，这种级别甜心白富美，要是被江风起这种宵小一天偷走，还是去过酒店，他无法呼吸。但必须验证，手汗让手机屏幕模糊，紧张说不出话。他给苏月母亲打电话，魏苏阿姨对月月回家了吗？他有个东西落我这儿了。没事，他没接电话，可能没听见吧，还没回家是吧？啊，没事没事。陈昭得到苏月母亲肯定答复，苏月没回家，现在9点20还没回家。陈昭如坠冰窖，自己被骗了。苏月撒谎，晚上跟江风起在一起，被偷家。姐，苏月还没回家，有没有可能苏月是跟闺蜜去玩了？别再侥幸了，一个女人但凡真喜欢你，答应当你女朋友，你都追2年了。我弟弟怎么说也一表人才，他怎么会态度突然转变？怎么会跟你吃饭不积极？怎么会有这么多谎言？他跟闺蜜玩肯定跟你说，而且苏月只要跟闺蜜出去玩，一定拍2张照片发朋友圈。现在什么都没有，江风起是巧合，苏月也是巧合，下午9点半小时手机关机也是巧合。陈书恒话音未落，陈昭手机突然响，来电显示江风起。江风起打过来的，你接我听着。陈书恒想了解下这个陈昭口中路边一条的废物。喂，江风起。陈昭声音颤抖，哈哈，原来高富帅也会这么害怕，害怕失去女友。原来陈昭也是舔狗啊。学长听说你找我，我刚才去图书馆蹭免费网玩会手机才回来，有什么事？保证书我不是写了吗？没什么，随便问问。哦，随便问问那挺好的，学长你没事我就放心了。江风起言语似乎带若有若无戏谑嘲弄。陈昭真想现在就质问江风起，可什么也问不出，江风起就是这副玩世不恭吊儿郎当态度。学长听说你追求苏月追求了2个学期，苏月学姐确实值得他，确实是个好人好女人。你什么意思？江风起你什么意思？陈昭额头上青筋暴起，我只是感慨，本来以为要受处分，要被退学了，没事了，晚安。江风起笑着挂断电话。你也有今天？陈昭，
我100%确定江风起已经得手了，而且跟苏月至少有暧昧级别举动。陈书恒一锤定音，暧昧级，至少抱过了。这男生声音里确实有吊儿郎当感觉，但也有自信嘲讽他在笑话你。我好像也听得出来，如果是真的，如果真是这畜生抢走我的苏月，一定要宰了他。陈昭目眦敬裂，别着急弟弟。首先苏月没有直接跟你分手，而是出轨偷，江风起也没光明正大承认，这说明苏月需要你表面上的认可。他也知道暂时不能和你分手，不然你会迁怒江风起，他家里人也不会答应。苏月母亲本来就很严苛，对苏月很宠，但父母比你还要看不起小县城来的凤凰男，何况江风起连凤凰男都不是，他们一直想找门当户对的，对你都稍微觉得微词江风起更不可能入眼。江风起的文学在他们眼里狗屁不通，他这种人不过是苏月一时兴起，但你要防止的就是苏月发狂上头生米煮成熟饭，你要旁敲侧击让苏月刹住车。陈书恒人情练达，动若观火，他知道陈昭会因愤怒失去理智，只会把苏月越推越远。他相当认可苏月，说白了陈昭跟苏月在一起确实天造地设。苏月这女人虽然特宠而娇恶毒，宠命优渥，但底色相当温柔细腻。就算真让陈昭失去苏月，他也不打算让苏月跟江风起好过。弟弟投入的感情真金白银或许能要回来，但完全不是钱的问题，是欺骗会狠狠打击陈昭信心。他也不想苏月走歧途，更不能忍受这种废物对弟弟嘲讽。江风起那边爽到不行，一想到陈昭可能发现了自己生闷气气的半死，从头爽到脚趾尖。也就在这时，系统清脆声音又回荡脑海，请注意，当前已进入突发挑战模式，您和您的短租对象有暴露风险。系统没过多解说，不就是陈昭要发现了吗？我会躲到陈昭找不到的地方，让他急得团团转。若您能从心理层面击溃陈昭，您将会夺取他至少半年内属于他的一切好运，短租值会大幅提升，有大概率直接变为长租。系统让江风起更兴奋，他是注定要被击溃的废物。江风起不觉得这是什么挑战，以前陈昭这种人尸位素餐，江风起没办法，他们拥有自己羡慕的人生，说出去的话哪怕是放屁都有人捧着。现在时代变了，该轮到自己走到台上说话。苏月让自己忍耐，但系统让自己击溃。陈昭说话都已经开始哆嗦，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江风起躺学校宿舍木板床上，给苏月小号发消息：月月，到家了，我准备去洗漱。苏月回到家，好妈妈没上心，陈昭的事甚至没提。看到苏月准点回家，跟女儿笑呵呵聊其他趣事。苏月早切了小号，看到江风起消息，几乎秒回：好早点休息，我也准备养精蓄锐了。江风起在微信上反而没说什么怪话，苏月有点不适应，他以为江风起会让他洗完澡穿睡裙丝袜作为晚安小奖励，或变态点直接看他洗澡。虽然苏月会勉强答应，但江风起只是简单让他休息。废话，江风起最不喜欢虚拟感，活在虚拟世界太久，能够真正触碰苏月娇躯，跟隔着屏幕文字图片感觉截然不同，也没那么急功近利。你还挺乖，跟你独处是不会乖的，我可不喜欢在手机上打情骂俏，我喜欢看着你就在我眼前，好，我明天会想办法的。苏月也想跟江风起独处，邪念完全被江风起唆使出来，生活没太多忧虑，自然100%投入过分危险的地下恋情。他洗完澡穿睡裙，闭上眼睛，江风起抱他的举动历历在目。其实苏月心里江风起还是太保守了点，尽管真正认识约会才不到1天，还是觉得进度有些慢。苏月对真正喜欢的人内心会产生怪异情绪，想放肆接吻放肆做。她尽管还是处女，但内心需要无休无止来自江风起的感情。陈昭追1年没让她有热恋感觉，江风起1天就有了。第二天早上，苏月刚起床，收到辅导员消息：苏月好事，你之前写的散文又获奖了，学校家区评选给1500奖金，你赶紧让江风起再修改下，学校打算把这篇散文选送出去。好的。苏月正盘算独处借口，这不就来了吗？他之前都把江风起写的散文直接当自己遗作，1500对苏月9牛1毛，但对江风起是一整个月生活费还多，手头能有点余裕请客。很难想象自己看上的男人到了月中兜里可能连800都没有，之前只会嗤之以鼻，冷漠说江风起是废物，但现在巴不得把正经钱塞到他手中。他直接文学社全体成员，报告同学们一个好消息，我的散文作品已入选区1级文学比赛优胜作品，新一轮省级评选，我们文学社有2个名额，其中一个学校选送我的散文作品，我也会另外挑1篇去参赛，剩下1篇希望大家讨论后决定。苏月其实很想直接在群里说这就是江风起写的，但想想自己一旦真说了，陈昭怕不是要被气晕过去，还是收敛着。陈昭现在看到苏月发任何消息都气得浑身发抖。苏月只字不提江风起的道歉信保证书，谁不知道苏月优秀作品就是江风起代笔的。苏月之前入选从不在群里全体从不高调，这次奖金1500也能拿出来说，他这不是暗戳戳炫耀江风起文笔好吗？该死！陈昭第一时间告知姐姐，疯狂截图。姐你看看苏月，我追了他这么久，朋友圈连官宣都没有，答应他内心真对江风起恨之入骨。苏月迟早藏不住陈昭，你可千万沉住气，记住忍耐，一定要假装放松警惕，一定要拍到他们亲密举动，不然只会前功尽弃。苏月现在说的话还是有些官方，而且没牵扯到江风起。陈书恒刚好化完妆，直接来到陈昭房间，看陈昭一脸苦大仇深阴沉样子，不免心疼弟弟。这不是什么官方说法，之前苏月不止一次拿过省级文学奖项，
这次狗屁奖项也是我们家跟苏月家里赞助的，所以才会选送苏月作品。他从来不在群里发这些，而且社团大半人都知道苏月文章是江风起写的，他就是故意的。他过几天是不是等我离开社团就要扶持江风起上位？到时候他当社长，江风起当副社长，双宿双飞，我给这对狗男女做嫁衣吗？不，苏月不是狗，江风起是狗，全都是该死江风起砸碎的错。陈昭到这时候也不想侮辱苏月，但陈书恒明白这女人回不来了。按陈昭所说，苏月确实有点想替江风起证明。我还是那句话，陈昭你现在一定要忍，还是要装出懵懂不知情的样子。只要你拍到江风起跟苏月暧昧场面，找到机会，姐姐会帮你想办法，到时候狠狠威胁苏月，让他跟江风起分开。苏月也很怕他父母。陈书恒深深看陈昭，姐这畜生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要是让我看到苏月跟江风起亲密，我恨不得生啖其肉。江风起这畜生，我的心都在滴血。我陈昭平时没这么有文采。好了，我的好弟弟姐姐，知道你难过，但如果你不这么做，那真一点机会都没了。苏月明面上用你打掩护，到时候在你不知情角落生米煮成熟饭。别说了，别说了，有画面了，姐别说了。陈昭捂住耳朵，必须要阻止，绝对不能让他称心如意。他被陈书恒刺激下决心。苏月在群里发消息后宣布下午开会，并表示有课社员可以不用来。周二下午大部分人没课，苏月很少艾特全体，平时大家找不到机会巴结苏月，现在都报告好消息，谁会不去？到开会时间点来的人甚至比昨天还齐。江风起照就坐后排，陈昭强忍不适，在陈书恒反复劝说宽慰下，才勉强挤出微笑装平日样子。他到时间较晚，一推门就看见苏月站在讲台上。苏月对他淡淡笑，快坐下吧陈昭，但笑容里多了礼貌和疏离。今天苏月穿保守休闲长裤、平底鞋、简单白衬衣，跟平时穿搭完全不符，相当保守。昨天江风起的事情是一场小意外，我们后来调查了，也是开玩笑，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一方面他给我们写了保证书，对我和陈昭道歉，另一方面江风起也为文学社做出贡献。我没那么小气，陈昭也没有，后续不打算追究江风起问题了。苏月直接替陈昭原谅了。陈昭内心已把江风起骂10000遍，看到江风起还装模作样站起来，是的，对不起苏月学姐，对不起陈昭学长。江风起眼神看似没在苏月身上，道歉对陈昭而言漫不经心刺耳。苏月看江风起眼神，尽管竭尽全力隐藏，但陈昭就是能看出爱意。爱情怎么可能藏得住？苏月从没用这样眼神看过自己。苏月也觉得自己演得很好，但看到江风起站起来道歉，甚至替他委屈，还觉得江风起任劳任怨，写这么多散文吃亏了。江风起也表现很好，没当众大声嚷嚷苏月就是我女人我情人，都已经道歉了还诚恳。苏月对江风起要求低得令人发指，余光扫到陈昭，陈昭似乎也笑得跟平常一样，他看不出勉强。没办法，苏月多少有点恋爱脑，不是因为江风起短租，而是喜欢一个人就会疯狂加码加滤镜。剩下同学面面相觑，文学社本就女生多，大家总觉得气氛诡异。昨天陈昭还追杀出去，今天怎么就笑脸相迎？何况昨天苏月黑着脸当众羞辱江风起不配，今天怎么就？但没多少人跳出来说不对，毕竟江风起文章写的确实多，苏月就是剽窃人家文章，这次又被选送，苏月自己没啥拿得出手，估计也是继续让江风起当写手。不少人一头雾水，但还是跟着苏月笑脸鼓掌。苏月说原谅就原谅了，何况陈昭看起来也没意见。苏月又简短说了剩下一部作品选送，按往常惯例选送作品就是苏月加陈昭2人的作品。他不太爱在讲台吹嘘，这那现在就想找机会跟江风起独处想抱抱，完全注意不到陈昭脸色，陈昭勉强笑意都快维持不住。苏月在台上讲一会，直接让社员自由活动，过2天大家一块聚餐，一部分社团经费，另一部分我请客。苏月心情不错，大家自然又鼓掌。陈昭看上去在看手机，实际强压内心怒火，找陈书恒安慰，确实快要控制不住。苏月的每一句话都不再跟他有关。江风起你留一下，之前选送的作品还需要你修改，还有你说的另一篇散文也发我看看。苏月拦住江风起，社团活动教室很快只剩苏月、陈昭和江风起。好嘞，学姐你看看，这对狼狈为奸的狗男女在陈昭面前似乎保持距离，但陈昭很清楚自己只要一走，他们就会有暧昧有猫腻。他也提前算好时间，让陈书恒给自己打电话。苏月还装模作样把江风起散文发给陈昭看，你看看陈昭，江风起这篇到时候署你的名字。苏月语气平淡，似乎陈昭只是他们2人没捅破的窗户纸，似乎自己是他们调笑的一环。江风起能注意到陈昭脸色，虽然陈昭笑容还在，还想强装镇定，但年少心事怎么藏得住？他眼里的憎恨、恼怒、仓皇狼狈。好，我看看。陈昭从牙缝挤出几个字，然后陈书恒电话如同救命稻草打来。陈昭深刻感受到自己已经跟苏月、江风起完全格格不入，才1天时间说出去谁信？该死！魏姐，对哦，老爸朋友下午喊你过去，有点事，我之前给你找了个小投资，一起来喝个下午茶。陈书恒声音在安静教室显得格外清晰，没外放，江风起、苏月都听得见。江风起知道陈昭这是故意的，他都已经恨得牙痒痒，怎么可能放自己跟苏月待在无人教室？而且时间未免太巧合，昨晚陈昭就应该发现蛛丝马迹，不过就算发现又能如何？江风起心中冷笑，他还不是无能为力。苏月眼里则是喜出望外，巴不得陈昭现在立刻马上原地消失，空有名义男友身份给自己当借口。
苏月也很上头，穿在裤子里的珠光润泽丝袜，长腿多少有些蠢蠢欲动。好，那我现在过来，要一起吃晚饭吗？还是？是的，可能要一起吃饭。好。陈昭简短聊2句，挂断电话。苏月小江不好意思啊，我得先过去了。行，那江风起你一个人在教室写吧，我也回宿舍休息会。苏月虽然心里乐开花，但表面强行绷住。也好，陈昭勉强挤出笑容。这苏月好歹还知道做一丢丢表面功夫，是因为还对自己有一点喜欢和尊重吗？好嘞，我修改好了，及时发给你们。江风起也装没事人。陈昭跟苏月一起离开。苏月看陈昭上自己车，还跟他挥手，确定陈昭开出校门，他等5分钟才转身回教室。苏月当然不知道，陈昭姐姐陈淑恒特地换一辆不起眼大众车停在教师车位，注视他一举一动。陈淑恒也知道陈昭可能控制不住情绪，太容易露馅，情绪已到崩溃边缘。他担心弟弟真彻底爆炸，万一亲眼目睹江风起跟苏月暧昧，陈昭对苏月深刻感情一旦发作。虽然咖啡馆在学校外安全，虽然社团教室有被发现风险，但苏月就是想更刺激一点，内心倒也不是有邪念作祟。校园恋爱不在校园谈，怎么叫恋爱？路上没遇到熟人，没什么社团活动，大白天的社团教室一般不太有人来。苏月警惕性因恋爱脑低了一部分，又因空走廊在降低。更主要是打开教室门，江风起还真在那一板一眼改自己散文。在做什么啊？陈昭走了。是呢。苏月走到江风起身边，江风起自然紧紧搂住他腰肢。我们今天去哪儿？不去咖啡厅了，换个地方。这是你的奖金1500。苏月从包里拿出信封递给他，然后直接坐江风起腿上。江风起自然感到苏月温软研磨，他娇躯散迷人，香气甜丝丝花香从发梢传来，甚至有淡淡清新奶油味。江风起忍不住要吻他后颈。这些钱不该是你的吗？什么话？你的散文获奖的，我怎么好意思一直霸占？再说这钱对我零花都算不上，对你是1个月了。男人手头总要有点钱，何况本来也就是你的能力。系统说的意外之财居然是苏月给的，江风起不知道算不算软饭，但还是笑嘻嘻收下。苏月正好拿这笔钱给你买小裙子吃个晚饭，你别说要去吃什么日料，咱们就吃点正儿八经炒菜，吃台城菜好不好？我家乡小网海鲜不比日料差，到时候我想再给你买件性感小裙子，我的小裙子够多了。江风起，你今天怎么这么绅士了？苏月轻笑眨美眸，你毕竟没穿裙子，穿的是裤子，可我裤子里是你要求的丝袜，是专门给你穿的。苏月声音都拉丝了，那我可以进去？你不是废话吗？昨天晚上玛萨那么不亦乐乎，今天怎么就像傻子一样了？主要光天化日的，就我们2个人，你还害怕呢？苏月没好气捉住江风起的手，江风起也主动从他腰肢往下探寻，他丝袜长腿质感真好，这种库里斯体验相当独特。苏月娇羞隐匿藏在长裤里，外边无比正经，酥肉瓣贴江风起刃，由他粗糙年轻热情大手在长腿上探寻，甚至松开休闲裤系带，方便江风起更进一步更过火暧昧。你胆子可真大，在学校里，万一被人发现我死皮赖脸死猪不怕开水烫，你的话可就……这才叫偷偷摸摸的校园恋爱不是吗？苏月脸蛋泛红，江风起只是玛萨都让他格外有感觉，内心异样泛涟漪。你自己说让我低调，我们是地下的。一边又这样，江风起哑然失笑，这苏月确实媚骨天成。这个时间点又没什么人，你不开心吗？在社团教室里跟你梦寐以求的坏女人做这样的坏事，苏月听着江风起窸窸窣窣声音，能感到苏月体温升高。你可真会苏月，你之前看起来很正经，冷漠生人勿近呢。那可不，除了你还没谁见过我这样。苏月感受江风起越发玛萨，越发深刻暧昧，真觉得完全不够。社团教室椅子压根不够施展。他长裤半退去，又觉得在江风起面前真该换条小裙子。我去宿舍换条小裙子吧，开车带你出去兜风。教室确实差了些。苏月看窗外热烈夏日晴空，窗帘很轻很透，何况社团教室只是3楼，不算太高。苏月内心觉得有点危险又刺激，从未有过的体验。刚才还坐满社团成员的教室，刚才还有陈昭在，现在就他跟江风起放肆疯狂暧昧。他觉得内衣穿的有些保守，尽管江风起力透纸背，但摩擦起来似乎隔一层山水。苏月想只隔一层迷雾。他对江风起感兴趣，对他好的时候，恨不得1天时间把他所有热爱、所有美好一股脑塞给他，就像等不及明天。昨晚在家辗转反侧好久才睡，内心兴奋伴随心血来潮，加上这2天又是情绪最旺盛日子。好啊，苏月也太配合我了，你也太好了，真是我的好学姐。江风起都没想过，还以为有短租系统，自己跟岁月起码要酝酿好久。废话，不趁着年轻尽情爱，要是被逮住了暴露了，我怕没有明天以后了。苏月没忍住吻了下江风起侧脸，江风起不甘人后，直接捧住苏月脸蛋，狠狠吻住她唇瓣。苏月唇瓣那么柔软，像新鲜可口樱桃，带些微青涩甘甜，美眸里满是迷离。不喜欢闭眼，就喜欢这么看着自己跟江风起距离被狠狠拉近。还没准备好。江风起搂住苏月腰肢，紧紧搂着，抱她到教室死角，窗外看不到，门外也看不到的无人知晓角落，是江风起原本最喜欢待的地方。江风起靠墙上，苏月在他怀里热烈接吻。坏狗狗，这是我的初吻，听到了吗？我的初吻，记住我的味道了没？像樱桃的甜，不是车厘子刺嗓子，是很独特清甜，又像上好李子，带一丢丢青春酸涩。你也想跟我一样活在当下不是吗？江风起看苏月美眸，是，你真会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这就是突如其来的喜欢，对你的恨、讨厌、厌恶，现在全变成喜欢，
热烈不受控制想跟你接吻从未有过的心跳。真不知道你给我施了什么魔法呢？苏月也捧江风起脸，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拥有春秋冬夏，但至少现在这个夏天，至少此刻，至少之后午后，我们会拥有更热烈更过分的青春。我是很想看你的短裙，苏月，我之前都不敢看你，你跟我太遥远，是远在天边的高高月亮。江风起对苏月裙摆充满期待。好，我去穿粉色小裙子之前买的像芭比一样甜心风格，又短又过分，也配这条珠光丝袜，到时候让你看个够 ，massa 个够长个够。苏月捏江风起脸，那出发吧，苏月，我等不及了。好哦。苏月也明白在教室自己跟江风起没法更进一步了，尽管想玩更大，但安静教室能放肆接吻已经很夸张。窗外的蝉鸣和沙沙作响都让他略微不安，总担心有人回来。楼下也远远有零星脚步声，尽管不在这一层。苏月跟江风起又相拥片刻，决定开车带江风起去相对平价商场，甚至跟他开个5星级酒店套房。上次在酒店什么都没做，只是挨在一起，这次不一样，他想让江风起在自己身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想要让自己记住。不知道是苏月自毁倾向，还是过于热爱，还是短租系统发力多重情绪交织，他对江风起感情一发不可收拾，就像昨天暴雨。江风起总觉得梦幻不真实，尽管系统提示进入挑战状态，但他不觉得陈昭能掀起浪花。这个窝囊富二代现在才是被抛弃的舔狗。虽然江风起一无所有，但此刻怀里的苏月就是他的月亮，他的世界。苏月依依不舍松开江风起，也能看到江风起对自己热烈回应，他的野心也昂扬着，毕竟夏天裤子很薄。坏狗狗，苏月轻笑踢踢他，对我反应就这么大？那是自然，等会或许会更夸张。好啊，让我见识见识坏狗狗的贪婪和不要脸，还有下流卑劣想法。苏月先手像掠过不经意，故意碰了碰。好了，快去换吧。江风起太想搂住穿短裙的苏月，丝袜不该被困在裤子里。苏月跟江风起前后分头走出社团教室，这点警惕性还是有。苏月回自己单人宿舍，在学校里也有精装单人宿舍，这一层住的几乎都是中产以上有钱子女。苏月很快换好粉色短裙，知道江风起迷恋自己那双滑轮天奴高跟鞋，自然要穿给他看。他看镜子里自己迷人娇躯，特地换了最风情内衣。之前打算在烛光晚餐或重要场合才穿的镂空白色蕾丝内衣，清透几乎一览无遗，穿上丝袜才稍微朦胧一点。出门时正好撞见从外面回来的同学，苏月今天打扮这么好看性感呀？那是陪男朋友呀，陈昭真有福气。大家都知道苏月接受了陈昭告白，苏月只是笑，好啦，我过去了。谁知道他是穿给那个最不起眼、最傻乎乎、最边缘的穷小子。看到苏月穿粉色短裙的不止同学，还有停在苏月车旁的陈书恒。陈书恒看到苏月从社团教室下来，这时候不会打草惊蛇。社团教室走廊太空旷，容易被发现，而且教室里苏月最多跟江风起有点小打小闹，拍照角度难得。陈书恒还按陈昭所说去对面看过社团教室，但没发现什么。江风起跟苏月暧昧在死角，除非直接推门进去，何况苏月之前穿的是裤子，已经算防备。苏月从教室出来时也跟江风起分开走，警惕心还在，这种时候贸然跟过去只会打草惊蛇，就是要让苏月放松警惕。现在苏月换上粉色小裙子，脸上挂灿烂笑容，简直了。陈书恒都有点喜欢这么青春靓丽的苏月，哪个男生不爱这样的花样年华？但苏月的笑容压根已经不属于陈昭。苏月丝袜在阳光下波光粼粼，闪闪发光，淡妆格外诱人，唇瓣像樱桃，陈书恒都想尝一尝樱桃滋味，更别说别人。此刻苏月已完全放松，社团没什么人，打算带江风起去城市另一边更陌生商场、更陌生地方。这样的午后谁都找不到他，他当然不会关注不起眼，大众车也没看到车里人，毕竟教职工家属那么多，哪会在意？他玛莎启动后扬长而去，陈书恒等他差不多出校门才跟上去，不怕跟丢，在苏月车子底盘不起眼角落固定了一只定位器，苏月车子移动方向实时显示在他手机屏幕。他既然要调查要败露，就要来最狠杀招。陈昭已完全靠不住，精神趋于崩溃，高度紧张，刚才不止一次想冲回教室阻止苏月江风起好事，陈书恒喊了好几次忍耐才勉强。他已经接受不起打击，陈书恒必须出手帮弟弟讨回公道。他知道威胁苏月不会有用的，必须让苏月母亲看到，必须让苏月跟江风起遭受深刻打击和严厉制裁，彻底没法再见面。因为陈书恒很清楚江风起家里条件最被杭城本地人鄙夷，特别是苏月家庭住大别墅，流动资金千万级别，这种家庭能容忍女儿向下兼容吗？绝对不可能。苏月母亲也是个绝代芳华贵妇人，人情练达好手，最恨潘高枝的人，绝对不会容许苏月跟江风起在一起。甚至苏月现在说难听点就是出轨，跟江风起这种野男生相无宁苟且。被香无宁偷走女儿，哪个中产贵太太能接受？只有苏月被打击体无完肤，带回家好好教育后，才明白陈昭重要性。陈书恒这些话不会告诉陈昭，他知道怎么讨回公道。他车子不紧不慢跟上去，苏月让江风起提前去地铁站，在离学校2站路地方等他。这边几乎没什么熟人。江风起站在行道树下，看苏月玛莎一眼认出，苏月笑嘻嘻摇下车窗招手。陈书恒看得清楚，先拍一张。当然这时候拍的苏月还能解释，可能顺风车搭一下同学之类鬼话，还没决定性证据，画面不够冲击。江风起上车后几乎立刻关车门车窗，玛莎扬长而去，想要私奔向远方。陈书恒继续跟车保持距离。按苏月调性，最后必然还是要找商场。他习惯在商场吃饭，去专柜看轻奢，
哪怕照顾江风起，也不会去犄角旮旯。苏月没法背叛自己阶层，更不可能放弃宠命优渥生活。零花钱压岁钱已经相当夸张，他还需要掩耳盗铃，借助陈昭名义说明骨子里既要又有，还要光鲜生活，又想要江风起热烈野性。这个傻姑娘，不过苏月笑容很甜美也清醒，估计就是怦然心动了。陈书恒大学时也有过那男生个子高帅打球好，但是外地人家里没什么钱，他立刻冷却死心，知道不可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很会权衡利弊。他印象里其实苏月也会，但人总有控制不住情感，哪怕出轨也要尝试青春滋味。苏月车里每个等红绿灯路口都要跟江风起亲嘴几十秒，也要狠狠亲一下。亲过嘴后，苏月越发主动，知道自己跟江风起不会有什么，明天也迟早败露，恨不得把青春最美好片刻时光都送给他，一股脑给他，让江风起记住，等到之后再看看有什么机会。他内心其实已经在考虑，原本给陈昭的烛光晚餐，原本打算给陈昭的温香软玉，都给江风起吧，毕竟自己对江风起才真有感觉。坏狗狗表现好的话，我们住5星级，我晚上到9点回家，你就继续待在酒店套房，直到明天早上我再来找你，中午在一起吃饭。苏月说的自己都脸红。好啊，总感觉我们这一天相处已经超过春夏秋冬了，真希望能和你都是这样的夏天，躁动不安，青春滚热，待在空调房里看碧海晴天的夏天。你啊，先过好今天吧，傻子。苏月轻笑。1小时后，他带江风起来到城西银泰，陈书恒也跟着苏月车子一起进地下车库。苏月还是没注意到这边地下车库太大太绕，陈书恒挑一个难以观察、被柱子挡住的半死角。苏月下车后看到四下无人，甚至哪怕有人也不怎么怕，这个地方绝对无人知晓，家里人压根不会来这边消费。看到江风起出来，毫不犹豫扑过去。在这儿我们可以像男女朋友一样，你牵着我的手，这儿没有熟人，你刚才表现也很好，是我的乖狗狗。苏月几乎扑在江风起怀里，勾着他脖子甜美肉麻说。江风起骨头都酥了，跟苏月直接在地下车库肆无忌惮接吻，真甜，比陈书恒昨天喝的全糖奶茶还甜。这要是让陈昭看见，应该要暴走。陈书恒冷笑拍下苏月跟江风起抱在一起，画面决定性瞬间。陈昭，我有证据了。陈书恒知道必须锻炼弟弟，弟弟内心总有逃避懦弱，就该让他见识血淋淋真相。他追求1年的女神，居然在这乡无宁怀里撒娇。当陈昭看到这段录像，苏月在地下车库带甜美笑意跟江风起接吻的时候，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大脑瞬间炸一片空白，不受控制颤抖。苏月，苏月，我的苏月，江风起这个杂种畜生！苏月，我的苏月，怎么跟他接吻了？啊！陈昭目眦尽裂，内心遭受这辈子没过的沉重打击，居然在接吻！苏月居然在这种地方跟江风起接吻，这个昨天还在骂的。实际上，陈昭突然想起，很早时候苏月半开玩笑说过，江风起有点文采，虽然是路边一条，但文学社比他写的好的也没几个。原来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原来苏月口口声声喊着的野狗，居然直接偷偷背着自己接吻。他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要答应自己当女朋友？之前态度明明挺好，怎么就……陈昭，我直说了，我的好弟弟。这个苏月应该是不想回头了，他已经考虑跟江风起开房了，也担心生米煮成熟饭，担心没有明天。他真的很聪明啊。陈书恒轻描淡写话语，更击碎陈昭最后幻想。姐姐，我求你了，你要帮我。我已经连手机都拿不稳了，我不行了。陈昭瘫坐椅子上，只有陈书恒能帮他。如果是他看到这一幕，巨大冲击无法承受，甚至不敢跟苏月父母告状。陈昭内心真惶恐，说出去不就承认自己失败无能，不能力没魅力？自己也算一表人才，姐姐都说帅，家里条件全方位，吊打江风起都飞龙起脸，还输了，到底哪比不过这条狗？我知道了，弟弟，你等会也过来，我现在直接告诉苏月的父母。好，姐姐全靠你了，我等会就来跟你会合。这个该死畜生，最卑劣最下流的小偷，我都没亲过苏月的嘴，没牵过苏月的手，我要宰了他，我一定要。到时候苏月的好妈妈会告诉江风起，什么叫阶层壁垒的，你放宽心，苏月母亲绝对不会答应。他就算之前对你有点小微词，但跟江风起一比，只会更欣赏你。有姐姐再不会让你被欺负的，绝对不会。陈书恒美眸里也产生极强烈保护欲，他弟弟从小吃过的苦，也就是冰美式了。江风起这个看起来只能算清秀，但穿衣搭配各方面都极简单平庸，什么都不是的人，能偷走苏月心，简直笑话。陈书恒通知完陈昭，要给苏月母亲苏梦云打电话发消息，他不一定看到。喂，是苏阿姨吗？书恒呀，怎么了？今天突然给阿姨打电话？苏梦云对陈昭不是那么喜欢，但对陈书恒相当欣赏。她不是吹牛的女人，做事利索，自己创业有声有色，利用资源有主见有判断力，算是她梦想中的好女儿。我在城西这边的银泰看到一些很夸张的事情，我发视频给您，不要挂断电话。陈书恒二话不说把视频发过去。苏梦云还以为是什么美景轻奢新款或豪宅项目，随手一点开，直接愣住，脸上笑意迅速消散。这是苏月？苏月在跟这个男生是谁？这不是陈昭啊？苏月哪怕跟陈昭亲嘴，苏梦云都不太喜欢，更别说苏月几乎带娇羞笑意跟不知名男生亲嘴，而且苏月还在说什么话听不清，但亲完嘴后还牵手。苏月平时压根不去城西，对，这也是苏月社团学弟叫江风起台城人。该死，这哪来的香无宁啊！天哪，我女儿出轨，这种人跟这种香无宁亲嘴吗？真是要死了！城西银泰是吧？我现在马上过来，书恒你等着我。阿姨马上过来。太可怕了，太该死了！阿姨，我现在直接打开视频，他们好像还在聊。
陈书恒不动声色给苏月母亲打开视频通话，然后稍微放下一丢丢车窗，让窗外声音更清楚。等会就拿那个1500块钱奖金给你买丝袜和新小裙子。江风起问。不用了，我小裙子有的是，丝袜倒是可以，我身上这条你还不满意啊？苏月跟江风起十指相扣往外走，他们当然不会转过头去看某个大众车微微摇下的车窗。不过你非要花的话，等会就去那家5星级酒店，这1500当晚餐和房费应该差不多。不过说实在，我不想给你都花完。苏月笑嘻嘻贴着江风起。没事，本来就都该给你，我欠你太多了。江风起快被苏月甜美哄恋爱上头了，谁不迷糊？苏月整个人香气四溢，带独特甜香，几乎半贴自己，酥肉一跳一跳，呼之欲出。才不欠，是我喜欢你，嘻嘻，我可不需要花你这种笨蛋傻子的钱。苏月母亲和陈书恒都听到了江风起跟苏月要去5星级酒店的事。苏梦云屏气凝神，真真切切看到苏月跟江风起走在一起样子，这是视频通话，当然没法造假，哪怕假的他都得去一趟，更别提女儿声线如此甜美，完全沉浸在恋爱中不可自拔。直到苏月跟江风起进地下车库电梯，苏梦云才摇头说，简直丢人丢到太平洋了。苏阿姨，我有个建议，我们就在酒店大堂等他们，商场可能你一进来，他们有概率看到楼上楼下视野很开阔，酒店大堂他们无处可逃，无所遁形，而且我们可以硬生生打断他们美梦。我知道您对陈昭也不是那么喜欢，但陈昭再差也比这个男生强，我也是把苏月当妹妹，他绝对不能走上这样邪路。他背叛就算了，还想跟这个香无宁学弟开房，想生米煮成熟饭。陈书恒话语让苏梦云怒火中烧，还好有你阿书恒，不然真要酿成大祸了。我一直呵护的女儿，这么保护的苏月，现在变成这副样子，该死的！苏梦云迅速接受陈书恒说法，知道事情已到，必须自己出面。陈书恒的电话及时告知是帮助，也是要苏梦云展现态度。苏梦云毫不犹豫给丈夫打电话，喂老苏，你女儿出息了，她背着陈昭出轨，跟自己一个小学弟去城西银泰逛商场，还要去酒店开房，照片什么的陈书恒都发我了，你现在不忙抓紧跟我一起来这边5星级酒店。苏梦云这话一说，我马上过来。苏月父亲声音极低沉，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一直呵护女儿充满爱意的苏月父亲当即中断公司中层会议，你们聊一下，我家里有点事情。他二话不说，这个在公司层面以功成名就的中年人毫不犹豫放下一切，眼神锐利得像有把刀。他摸爬滚打走到今天，财富集聚到现在，资产过亿大佬，所有努力都为女儿阶层不滑落，能找好人家。苏梦云话语几乎刺痛他最深的神经。与此同时，苏梦云还在跟陈书恒联系，书恒你把陈昭也喊过来，这也必须给陈昭一个交代，也让你妈妈过来吧。苏梦云之前跟陈昭母亲往来还算多，但对陈昭母亲白飞瑶一向也不太喜欢。白飞瑶一方面阴阳怪气，另一方面又喜欢无谓投资，喜欢中产幻梦。投资开的 Bistro 不到半年倒闭之后，没什么商业行为值得称赞。现在还是在陈书恒强烈建议和前妻帮忙下，开了一家还算过得去的宠物医院。陈昭家里全靠陈昭父亲和陈书恒聪明才智，白飞瑶也美，但相当自以为是，几乎只听女儿的话。他跟苏梦云不算对付，这次苏月的事白飞瑶知道，肯定大家嘲讽，但苏梦云还是要喊他一起见证，这毕竟是态度。陈昭再没水平，对女儿也实打实好。白飞瑶再不行，也是本地人，有宠物医院，家里资产能跟自己有来有回。无论如何，他们才是一个圈层的人。我妈妈也过来，我还打算这件事不用闹这么大。陈书恒有些意外，他其实没提到自己母亲，就是怕白飞瑶跟苏梦云不对付。他听了不下几十次白飞瑶对苏梦云抱怨和背后嘲讽，说苏梦云看不起他，说他投资失败，苏梦云建议就是嘲笑之类。是的，这种事你妈妈也该知道，再说迟早也藏不住不是吗？苏梦云在这方面反而坦然，家丑不能外扬，但陈书恒已经知道了，会不告诉白飞瑶。与其让白飞瑶在背后蛐蛐，不如让他直接来现场。好，我爸爸现在还在国外，那我跟妈妈说一下。陈书恒是家里主心骨，得到苏梦云肯定后，对苏梦云敬意也多了几分。这苏月妈妈有魄力有决心，这次对江风起的围剿从上往下彻底坚决，毫不留情。江风起跟苏月此刻全然不知，还在享受彼此甜蜜。苏月拉江风起去没怎么逛过的小裙子店，甜蜜挽着他手，店员热情介绍苏月挑挑拣拣，没让江风起打肿脸充胖子。他知道这商场没多少裙子能比自己身上合身。这个是不是你最喜欢的？苏月路过一家轻奢丝袜橱窗时，轻笑望着江风起。还好啦。江风起微微脸红，且我们都什么关系了，马上要开房了，还藏着掖着。苏月故意伏在江风起耳畔，咬着耳朵娇俏说，是喜欢是想看我的。苏月穿着这样过分惹火的油亮黑丝，在我面前展现青春曼妙曲线。江风起也压低声音。苏月先手在江风起掌心轻轻挠着。好，那我们去买西西这种过分的，还是开档的？我的天！苏月知道设计确实大胆。他走进店里，落落大方挑了一条像开叉泳一般的上半身小吊带，以及江风起看到的油亮开裆黑丝。其实苏月从没穿过黑丝，肉丝白丝有时为演出主持或搭配晚礼服，黑丝真没接触过。他的初吻热烈，所有过线体验几乎都要给江风起，此刻反而比江风起主动，江风起都觉得太快了，租借和心动值都没满，甚至心动值没过半。苏月表现如此巨大诚意，也没怎么花自己钱，甚至愿意买这样红尘滚滚的开档油亮丝袜，天知道穿上多好看。我就不想在这狭小试衣间试穿了，等会去酒店穿给你看。苏月又靠在江风起耳边说，你现在饿吗？现在就去吧。
苏月内心突然泛起说不清情绪，想加快进度。他对江风起喜欢确实没到那么过分阶段，但总感觉跟江风起哪怕是地下感情，也只会是泡沫。他从小到大都相当听话，精致利己，考虑利益。对江风起这种上头很不讲道理，似乎完全能理解江风起的可怜、自卑、敏感，知道自己能给江风起无法比拟的自信，也知道跟江风起的爱情或孽缘像夏日花火，转瞬即逝。这也是苏月为什么紧锣密鼓要加快进度原因。他感觉这种难以言说的欢乐，像知道注定要过去的暑假，知道热烈心跳终究会变回忆。他牵住江风起的手，还好不算太那现在就过去。江风起当然想看苏月油亮黑丝。我们先去办入住，到时候也可以喊这边打包送到酒店，毕竟人多地方太拥挤，那些椅子上也没法承载我们的地下恋情，不是吗？苏月声音甜丝丝。苏月粉色裙摆荡漾，让江风起世界都粉嘟嘟，笑容像云朵棉花糖美好合集，纤手轻飘飘，握着不真实，只有做怪挠手心时才能感到小小情绪。苏月此刻心情很好，跟江风起在一起，总有种不受约束、偏离正轨的自由。知道这种自由饮鸩止渴，毫无未来没支撑，只会发生在大学时候的荒诞，但他想为此买单。从商场到酒店路不算远，只需穿过一片城市花园，不用重复停车。他跟江风起沐浴在阳光下躁动滚热夏天，热死了，真是讨厌。等会把酒店空调开到最大。苏月嘴上喊热，手上没松开江风起。江风起也不想松开，滚热午后风扑面来，自己真的就要这样拥有苏月了，太童话了。那个废物高富帅还不是成为路边一条，自己也有机会触摸天上明月。江风起感觉走路都轻飘飘。苏月真的这么喜欢自己，对自己这么好，跟这样女神约会，去订酒店，晚上吃米其林推荐餐厅，甚至第二天一早再见到苏月在酒店里穿油亮黑丝，这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系统说什么挑战级，难度挑战在哪？哈，这不是手到擒来逆转？苏月脸上洋溢甜美笑容，傻乎乎的。她推江风起，两人还在奶茶店停留一会。苏月偏爱奶茶，想着等会带一杯去酒店。奶茶店需要排队，但有冷气。苏月直截了当坐江风起怀里，一起等待杯久负盛名奶茶。在等待20分钟，而鬓厮磨时间里，陈书恒那边人几乎全到齐。苏月父母陈书恒、戴陈昭，还有陈昭母亲白飞瑶，都来到商场附近唯一一家5星级酒店大堂。白飞瑶，不好意思啊，我女儿确实做错事了。苏梦云主动开口向白飞瑶道歉。一向阴阳怪气的白飞瑶，这种时候反而拎得清，因为她也很看好苏月，非常希望陈昭能跟苏月在一起。看亲家母不爽是一回事，但对方能不能成为自己亲家母又是另一回事。苏月这孩子我还是很喜欢的，咱们的话可以关上门慢慢说，当外人那就不能说了。白飞瑶也无比坚定，站在自己阶层这一边。陈昭此刻终于感到家庭温暖，感到苏梦云支持，终于又有一点来自中产以上的托底。放心吧，陈昭，你追求苏月这么久，我呢总体也还是认可你的。这次的事情确实是苏月的问题，之后你不原谅苏月也好，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但这一次我必须给你一个交代，我们的家教绝不是如此的。苏梦云也极认真严肃朝陈昭说：“阿姨，谢谢你。”陈昭快哭了。苏月父亲也拍陈昭肩膀，像个男人一点，这件事也多亏你姐姐张罗。白飞瑶对陈书恒极为满意，找个地方坐一下吧，他们应该就快过来了。阿姨，你也不用大动肝火，苏月也只是一时失误。陈书恒领着他们坐在视野最好茶室。陈昭没什么发言，安静待在姐姐身边，甚至感觉自己有点不上桌。江风起跟苏月走进酒店大堂时，不知道是不是酒店冷气太足，外面又太热，江风起总感觉脚底传来挥之不去寒气，让心跳都慢一拍。苏月脸色也变了变，我的右眼突然狂跳呢。不过没关系，在这没人会找得到我们的。西西，走吧，我们去 check 一下。苏月声音清脆悠扬，他父母自然听得真真切切，看得真真切切。这种事情陈书恒根本不可能造假撒谎。白飞瑶也看到江风起，但他的想法跟苏梦云不同，觉得这男生有点说不出的感觉。第一时间不是生气，而是他知道苏月个性，苏月看上的男生并不一定真是什么垃圾，用他们那边话说，有些人穷的也有格调，未来发展不会太差。至于苏月父亲，那就真的怒火中烧了，女儿这么主动带陌生男生来开房，而且是他最恨的出轨。苏梦云也是震怒，他们几乎同时起身。苏月父亲声音像恶行云，像愤怒雄狮，低音带穿透，让苏月轻快脚步瞬间停住。他难以置信，转身看到陈书恒，看到自己父母，看到陈昭，看到白飞瑶。什么时候自己什么时候暴露的？怎么会？你背着陈昭，背着我们，从哪里找来的这样野种？你这是明晃晃的欺骗！妈妈给你零花钱，宠着你，捧着你，是让你去跟这种来路不明男人开房的吗？啊！苏梦云朝苏月走过去。江风起，完蛋了，快跑！苏月第一时间不是反驳母亲辱骂，他知道大事不妙，知道父母态度，也知道江风起会面临怎样恐怖。自己跑不掉，无所谓，最多失去一切，被关家里暂时请假。但江风起他知道，江风起自卑敏感，知道香无宁身份，又要被拿出来撕裂伤口，而且自己跟江风起确实有原罪，确实在偷情。跑啊，愣着做什么？苏月狠狠推江风起。爸妈，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想走？不解释清楚，你就想让他走？苏月父亲几乎跟陈书恒同时抓住江风起左膀右臂，他并没有想走，不想当逃兵，丢下苏月一个人扛。他这才明白什么叫挑战级。陈昭却实能隐忍，直接掀地板了。不过陈昭还站在后边，精神看起来并没那么好。他真能做到这些？终于带到你这个混蛋了，
要不是我姐姐，要不是她让我隐忍，我早就爆发了。你敢抢我的女人，偷走我的苏月，你这该死的！陈昭一开口，江风起瞬间反应过来，眼神落在陈书恒身上。怪不得陈昭的姐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明显是陈昭姐姐。该说不说，陈昭的姐姐苏月母亲，还有坐在那喝茶的贵妇人都天姿国色。苏月本就很美，陈昭姐姐没有强烈英气，英姿飒爽里又藏绵柔。苏月母亲看起来很高贵，旗袍都是克斯加金丝走线，坐着的贵妇人长裙无比奢华昂贵，带浓重法式风格。陈昭，你敢碰江风起一下试试看？苏月也急了。苏月，你还帮他说话？苏月母亲怒吼着，拎住苏月耳朵。情况确实无可避免，江风起掉入绝境。